轮回，杀了你，三界尽归我手！莫尘渊，你天赋绝伦，却心术不正，今日我必不容你！以我圣体，震耳万年！砰！萧若尘，别做梦了！你真以为我会嫁给你这个没钱没背景、创业一次失败一次的废物吗？这50万算是你的青春损失费，拿着钱滚蛋，别耽误我和薇薇的好日子。你欺人太甚！你算什么东西？还跟我们少爷抢女人？呸！我穿越到了这个名为玄武大陆的修仙世界。原主是苍月城萧家少主，和我同名同姓，本是修炼奇才，却遭暗算丹田破裂，成了人人嘲讽的废物。早知道是那天崩开局，还不如回去当牛马呢。萧若尘，你倒是命大，这都没死，还得我亲自上门退婚。又退？你放肆！萧老爷子，我女儿乃是苍月城第一才女，怎能嫁给一个连修炼都做不到的废物？难不成你想日后赖着我们苏家吃软饭？好家伙，都穿越了还得被退婚，没这么欺负人呐！你可知道，在这玄武大陆，被女方上门退婚意味着什么？爷爷，我没事。苏信爷，你想退婚，不过是认定我萧若尘已成废物，配不上你这天之娇女。若非婚约所述，本少爷根本瞧不上你半分。你苏家是很强，可我还年轻，有的是时间。没错，现在的我的确是废物，可在日后的岁月里，你凭什么认为我不能翻身？苏小姐，看在苏萧两家多年世交的份上，我奉劝你几句：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。好，不愧是我萧家的子孙。爷爷，3年之后，孙儿定为萧家洗刷今日之辱。可拜高踩低之人多说无益，若尘要用行动让他们闭嘴。我操，这种感觉好上头。你凭什么教训我？现在的你只是个废物，有本事就让我看看你如何翻身。若尘，你好好休息。我萧若尘的人生，从来不由别人定义，废物的标签我自己撕。这堂堂萧家少主也能被退婚，那我也不是很丢人吧？咱俩呀，也算同病相怜。既然我占用了你的身体，我就一定帮你挣回这口气。这颗珠子从刚才就一直发烫，难不成有秘密？你是谁？为什么会从这颗珠子里出来？不必紧张，小家伙，我没有恶意。我乃神界丹阵大师林天阳，1000年前遭奸人暗算，灵魂溃散，我有一缕灵魂分身，藏于这轮回珠中，等待有缘人。1000年前的人，你真的是神仙？我并非神仙，只是修行1000年，触碰到了神界的门槛。那你为什么会选中我？并非我选中你，轮回珠自行择主，他认定你，你便是他的主人。我就知道，天生我材必有用。你虽丹田破碎，却是上古罕见的轮回圣体，只是被封印，未能觉醒。听起来挺厉害的。小家伙，你可知你的轮回圣体一旦觉醒，
便可逆天改命，碾压世间所有人。弟子萧若尘拜见师尊，求师尊助我修复丹田，觉醒圣体，报仇雪恨。但你要知道，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，切不可沉溺于仇恨。我萧若尘若能逆袭，必不负师尊所托。好，志气。在我林天阳眼里，没有废柴，只有不敢逆天的懦夫。请师尊指明道路。想要彻底修复你的丹田，需一味名为玄灵草的珍贵药材，它极为珍贵。苍月城的聚宝阁有售，但价格极高。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都一定要得到玄灵草。这不是萧家的那个废物吗？怎么还敢来聚宝阁？这里的东西可不是他能买得起的，怕是来这里凑热闹的吧？掌柜的，我要一株玄灵草，多少钱？玄灵草一支500下品灵石，严处超预算啊！小家伙，看你这穿着，你买得起吗？我劝你还是早点走吧，别在这里耽误我做生意。掌柜的，我现在只有这些，一共43块下品灵石，我3日之内必定凑齐剩下的灵石前来取药。咱们聚宝阁没这规矩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，别耽误我做生意。掌柜的，我萧若尘言出必行，3日之内必定来取药。别废话，扔出去！哈哈哈哈！哎呦，这不是萧大废物吗？怎么来聚宝阁买药材，想修复丹田？怕是想疯了吧？与你无关。你挡住本少爷的路了，就有关系了。为师传你粗浅心法，可暂见燃眉之急，足够收拾这个狗腿子。真是的东西，也配在我面前飞？打狗也要看主人，对我的人动手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谁活腻了？还不好说呢。好，凭你这点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，给你个机会，敢不敢跟我赌一把？怎么赌？3日后，苍月城生死台，你我一战，输的人自废一臂，怎么样？有何不敢？3日后，苍月城生死台，我必赴约，到时候我必让你有来无回。3日后，洗好脖子等着。若尘，炼药的关键在于控火精准，灵气引导，将药材的药力完美融合。这3株普通药材虽品级低微，但正好适合你初次练手。炼制最低阶的聚气丹，既能稳固你的修为，也能凑够买玄灵草剩下的灵石。弟子明白。师尊，又是你，怎么还不死心？掌柜的，我不是来凑热闹的，我是来卖丹药的。就你？这是中品聚气丹，而且品质这么好，灵气这么浓郁，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掌柜的，现在你还觉得我是在骗你吗？少家主，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您这中品聚气丹能不能卖给我聚宝阁？价格好说，一株玄灵草再加上200下品灵石，您看怎么样？玄灵草和灵石我要现拿，集中精神，摒弃杂念。轮回兽的力量强大，你一定要稳住心神，不要被力量反噬。一旦出错，不仅丹田无法修复，你还会走火入魔，魂飞魄散。师尊放心，弟子一定会稳住心神，全力以赴修复丹田，觉醒圣体。好，太好了！轮回圣体果然名不虚传，修复速度远超我的预期。轮回圣体逆天而生，丹田修复，圣体初醒。若尘，你怎么样？刚才发生什么事了？爷爷，我的丹田已经初步修复了，从今往后，我再也不是那个任人欺凌的废物了。好，好，好，不愧是我萧家的孙儿。萧家的废物要和曾家的大少决战，你们说谁会赢？哼，肯定是曾家大少赢啊！曾家大少的修为早就达到了玄途境6层，而萧若尘就算修复了丹田，也不过是玄途境4层，怎么可能打得过？我听说萧若尘前几天还打了曾家的跟班，还在聚宝阁打脸了掌柜，实力好像真的很强。萧若尘，今天我就亲手废了你，让整个萧家都为你今日的狂妄付出惨痛的代价。看样子他似乎是偷食了禁药，你一定要稳住心神，不要和他硬拼，找准时机，一击制胜。废话少说，既然来了，就别浪费时间，动手吧。
增环剑，就凭你这点本事，别想废了我。在我萧若尘眼里，你不过是个依靠禁药的懦夫罢了。不可能，我不可能输给你这个废物！若尘，小心！我的天，太厉害了！萧若尘竟然占据了上风。是啊，太不可思议了！若尘，加油！爷爷相信你，你一定能赢。不可能，修为比你高，我怎么可能输给你？这一定是幻觉，一定是！禁药的副作用已经耗尽了他的生命力，现在他只是强弩之末。萧若尘，求你饶了我！生死决战，我萧若尘赢了。从今往后，谁再敢挑衅我，谁再敢羞辱我，我必让他血债血偿。赢了，若尘赢了！这不可能！萧若尘，你下手未免太毒！曾反借服用噬魂燃血散在先，我留他一命，只断一臂，亦是看在曾萧两家往日情分上。噬魂燃血散，那可是禁药啊！难怪曾凡剑刚才气息那么诡异，这是坏了生死台的规矩。曾家主，生死台规矩，生死自负。若尘已手下留情，难道曾家真要输不起吗？好，很好，萧家出了个主，我们走。小家伙，你在想什么？师尊，我在想曾凡剑的禁药来源。噬魂燃血散炼制复杂，苍月城内能炼此药的人不超过3个。聚宝阁的掌柜应该能作证此药的流向。庄家主，前方有人拦路，说是杨家的人。你就是萧若尘？我是。姑娘是？我叫杨灵儿，杨家现任家主杨震是我爷爷。喏，这个给你。这是玄阶中品一路丹，此丹能宁心静气，稳定灵力，对炼丹者尤其珍贵。咦，你认得？爷爷让我送来的。我们杨家和你萧家是世交，虽然这些年往来少了，但爷爷一直记挂着萧爷爷呢。其实这丹药是我炼的，可能品质一般，你别嫌弃。灵儿姑娘亲手所炼，如此年纪便能炼出玄阶中品丹药，已是天赋异禀。替我多谢杨爷爷，也多谢你。没什么啦。对了，萧若尘，我有件事要告诉你，可能对你们萧家很重要。我前天来城里买药材，在醉仙楼后院，无意中看见你们萧家的萧林管事和曾家的一个护卫偷偷见面。小林，你看清了？看清了，他们说话声音很小，但我看见萧林递给对方一个小瓷瓶，那护卫给了他一袋东西，看着沉甸甸的，像是零食。我本来不想多管闲事，但今天看了生死台，曾凡倩竟然用禁药，我就想，会不会萧林给他的就是那种药？多谢灵儿姑娘告知，此案若尘记下来。灵儿姑娘还没用饭。对了，我知道街角有家桂花糕，超级好吃，我请你吃，就当庆祝你打赢生死战。我还要回府。走了，修炼也要吃饭的嘛。你别看曾凡剑嚣张，他以前偷吃过我家丹药铺的试吃品，被我爷爷追着打过3条街。真有此事？所以你今天揍他，我可解气了。再来一份桂花糕。萧林竟然是他，他父亲萧远和是我堂弟，我待他们一脉不薄，他们竟敢！爷爷息怒，现在只是灵儿姑娘一面之词，没有实证。那你觉得该如何？萧林若真是内奸，此刻最想知道的是我为何能在短时间内修复丹田，修为暴涨。确实，你从丹田破碎到击败曾凡剑，短短3日，任谁都会起疑。爷爷，需要您配合我演一出戏。家主，听闻您旧伤复发，侄儿特来看我。无妨，老毛病了。若尘在为我炼药。若尘还会炼丹，真是年少有为啊！只是略懂一二。林叔来的正好，我正想请教这血晶草的火候该如何把控。血晶草，此草药性狂暴，需用文火慢炼。侄儿是要炼制疗伤丹药。正是，
爷爷的伤需血晶丹调理，只是此丹炼制难度极高，我恐掌控不好火候。侄儿莫急，炼丹最重心境。林叔这里有一枚静心符，可助你稳定心神。多谢林叔，有这静心符相助，我把握就大多了。他上钩了。这是窥影虫，能将他看到的画面传回主人那里。你为何不直接毁掉？我要让萧凌看到我想让他看到的。你这演技倒是不错。穿越前看过不少电视剧，没白看。那玉佩果然是件宝物，我就说这小子怎么突然开窍了。好侄儿，别怪叔。小姐，您已经做了2个时辰了。小翠，你说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？小姐，当时老爷和家族压力那么大，您也是无奈。无奈？不，其实我当时心里也看不起他，觉得他配不上我。可现在，小翠，背纸笔，我要给他写信，有些话必须说清楚。若尘公子亲戚昔日退婚，轻言却有眼无珠，不识真龙，不敢奢求原谅，唯愿公子珍重。萧凌互不可信，望小心，轻言愧笔。萧若尘，我昨晚又去盯萧凌了，看到他房间里有个黑色铁片，会吸灵气，很邪门。黑色铁片，什么样子？就这么大，薄薄的，上面有奇怪的花纹。莲儿姑娘，3日后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。什么事？这样，然后那样。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还有啊，我发现萧凌每晚子时都会在房里打坐，姿势特别丑，像只蹲不稳的蛤蟆。这是重点吗？当然，心境不稳，姿势才丑，这说明他心虚。这是我新研制的雅笑丹，吃了会忍不住笑意炷香，你要不要试试？下次对付敌人可以用。不必了。你看，效果很好的。你真是……萧若尘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萧爷爷，灵儿来看您了，还带了杨家特制的破邪伞。破邪伞，该死！破邪伞气息已笼罩方圆10丈，邪道法器威力减半，时机到了。收网。是灵儿丫头吗？快进来。萧爷爷，我爷爷听说您旧伤复发，特意让我送来这瓶破邪伞，说能净化邪气，对疗伤有奇效。杨老哥有心了，若尘，快谢谢灵儿姑娘。灵儿姑娘来的正是时候，这破邪伞确实很及时。动手！合阵。阵法，原来你早有准备。林叔，深夜带人持械围困家主卧房，这是要做什么？若尘侄儿误会了，我听闻有贼人潜入，特带护卫前来保护家主。保护？这5名黑衣人是我萧家护卫，我怎么未曾见过？还有林叔手中这枚专吸灵气、损人根基的邪道法器，也是用来保护的。萧凌，我自问待你父子不薄。20年前你父亲战死，是我将你养大，教你修炼，让你掌管药材采购，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。待我不薄，萧庭阳，你不过是施舍罢了。我父亲为萧家战死，可你们给了我们什么？一个管事的虚名。我萧凌天赋不差，凭什么要屈居人下？既然被你识破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轮回困阵，逆转。不可能！这噬灵铁片应该很想要轮回珠的力量吧？那我给你。
轮回珠，珠，你修炼的不是那枚玉佩吗？林叔，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。好一个萧若尘，我小看你。说，谁指使你的？赤灵铁片从何而来？没人指使我。这铁片上的纹路是上古邪阵的变种，能炼制此物的人，苍月城没有。林叔，你背后的人到底想对萧家做什么？萧林，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为何要背叛萧家？萧家哪里对不起你？为何？因为我恨你们萧家嫡系永远高高在上。我恨我父亲为萧家战死，却只换了一个忠烈的虚名。我恨你萧天雅明明有能力帮我突破玄者境，却总说根基不稳。我要变强，我要掌控自己的命运。既如此，萧林，今日我以萧家家主之名废你修为，逐出萧家，从此你我再无瓜葛。不，家主，我错了，我……这纹路确实是噬灵转元阵的变种，但比古籍记载的更加阴毒，能吸收他人灵气为己用。这碎片边缘好像有特殊的纹路，这是血炼印记，炼制时需融入活人精血，成气后吸收的灵气会先经过血印转化，变成无属性的纯净能量。无属性，那岂不是任何人都能直接吸收？正是，邪道之所以屡禁不绝，便是因为这类法器能让人速成，无视修炼瓶颈，但代价损耗寿元，星星入魔。你倒清楚。师尊，既然它能将灵气转为纯净能量，那若反向推演，是否也能将这份纯净用于正道？你是想改良炼丹术？聚气丹之所以品阶难升，根本在于药材灵气在融合时属性冲突，大量耗散。若能在成丹瞬间，以类似阵法引导，将冲突灵气转为无属性能量，反哺丹药。好小子，竟能举一反三，想到这一层。此法理论上可行，但需极高灵气控制力，且必须辅以纯阳之火压制邪气残留。弟子愿一试。杨姑娘，你又翻墙，走这门要通报，多麻烦！再说了，我这次可是带着重礼来的。看我家珍藏的赤焰鼎，玄阶中品丹炉，导热均匀，自带一丝地火余韵，最适合炼制火属性丹药。确实好鼎，但此物贵重，杨姑娘擅自取出，另足可知。爷爷昨天喝多了我新调的安神茶，睡得比较沉。不过你放心，我留了字条，而且这鼎我平时也用，不算偷拿。我听说你要研究那邪门碎片，肯定想试新丹方对吧？你那破青铜炉肯定撑不住，赤焰鼎借你。条件嘛，条件：第一，炼丹时我得在旁边看；第二，炼出的仙气丹药得分我一颗研究。入炸炉了？炸了就炸了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啊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我相信你的技术，这鼎跟我多年有灵性的，他也想见证一代丹道大师的崛起。好，但若炼出危险之物，你需立刻退开。成交。来，我帮你搬进去，这鼎可沉了。哎呦，我来吧。力气大了不起啊！等等我啊。以轮回珠之力模拟碎片上的转灵纹，但需逆转其流向。那金光是什么功法？好奇死了！转。成了，我看看，这是什么品级？药香完全锁在丹内，表面有天然道纹。我爷爷炼的玄阶上品聚气丹都没这种异象。似乎成了。淡金丹色，轮回纹络，药效恐是普通聚气丹的10倍以上。给我一颗研究，不，半颗也行。我拿杨家丹方换，或者我帮你试药。我体质特殊，试药最准了。本就是试炼之作，灵儿姑娘若感兴趣，全拿去研究也无妨。不行，这太贵重了，而且这是你用独门手法练的，
我研究了也仿不出来。不过，你能不能卖一颗给聚宝阁？王万贯那老头眼睛毒得很，肯定识货。到时候，苍月城的丹药市场怕是要地震了。正有此意。萧公子，昨日听闻萧家清理门户，老朽本应登门道贺，又恐打扰，还请见谅。掌柜客气，今日前来是想请掌柜见一物。丹成淡金，内含轮回道韵，灵气纯度近乎完美。萧公子，此丹何名？出自哪位大师之手？此丹名为轮回聚气丹，正是在下试炼所成。果然如此。掌柜，这是何意？老朽王万贯，家祖王守义，曾是神界丹阵大师林天阳大人麾下一名丹童。王守义，原来是他，当年那个总把药材整理得一丝不苟的小丹童。千年前，林大人遭奸人暗算，魂飞魄散前，曾将一枚轮回珠托付于家族，命其寻一可靠之人，将珠子带往下界，等待有缘人。家族隐姓埋名，协助逃至玄武大陆，创立聚宝阁，表面经商，实则为守护轮回珠，并暗中寻访能唤醒珠中之魂的有缘人。萧公子初次来电，老朽便察觉你身上有极淡的轮回气息。后你卖出中品聚气丹，手法虽生疏，但灵气运转方式与家族手札中记载的林氏控灵诀有3分神似。所以掌柜当日故意激我，又允我赊献玄灵草，机是试探。是，老朽守住数十年，不敢不慎。直至昨日，萧公子于生死台展露轮回珠之力，老朽方彻底确认，您便是林大人要等的人。王家护珠之恩，若臣铭记。公子折煞老朽，今日得见轮回聚气丹现世，老朽便知林大人传承未绝，公子已得真传。公子，此丹可否交予聚宝阁独家售卖？掌柜请讲。玄常上品聚气丹，市价约80下品灵石。此丹药效10倍于彼，且丹韵道纹，长期服用甚至可能滋养神魂。定价500下品灵石一枚，绝不愁卖。500？但有2个条件。公子请说。第一，丹药来源必须绝对保密，对外只说是聚宝阁偶然所得的古方残篇复原。理应如此。第二，我需要聚宝阁帮我留意3样材料：幽冥铁、地心火莲、千年养魂木。这3样皆是炼制高阶魂器的珍宝，恐怕尽力即可。若有线索，我愿以丹药或灵石交换。老朽必尽全力。我也要帮忙，我们杨家也有药材渠道。萧若尘，下次炼丹我还想旁观，我保证乖乖的，还能帮你打下手。我分拣药材可快了。好。王家竟是林大师旧仆之好，难怪聚宝阁多年来对萧家时有照付，雅阁也向来公道。爷爷，轮回聚气丹之事，短期内可解萧家资源困境，但怀璧其罪，必须谨慎。放心，家族这边我会约束。倒是你，林大师可还好？师尊很好，他让我代他向您致谢，多谢萧家这些年对我的照拂。不敢，林大师对若尘有再造之恩，便是萧家恩人。告诉他，噬灵铁片虽毁，但其炼制者必已感知。此人手段阴毒，背景绝不简单。师尊提醒，噬灵铁片炼制者可能已察觉碎片被毁，
需多加防范。明白。若尘，你方才向王掌柜要的那3样材料作何用？是为师尊重塑魂体做准备。师宗为我付出良多，弟子岂能只顾自己修行？终有一日，我会让师尊重获新生，再临神界。好徒儿。查，炼丹者到底是谁？有意思，这城里要起风了。听说了吗？聚宝阁出了神丹。萧家那个废物少主，好像最近很风光。扯吧，丹药跟萧家有啥关系啊？丹已炼成，棋已落子。接下来该看看这苍月城的棋局究竟藏着多少魑魅魍魉了。喂，看那么入神，饿不饿？我带了桂花糕和陈记的卤牛肉。你怎么总在饭点出现？因为我是个有原则的炼丹师，绝不在空腹时思考丹方。而且，我分析了半天你那颗丹，虽然看不懂核心，但我发现丹纹的螺旋规律和五行相生阵有点像。你说，如果我把这个思路用到凝露丹上？赵鹤清，此事若成，苏家另有重谢。苏家主放心，城主大人对萧家近日风头过盛，也颇为不悦，断了他们的药材供应，名正言顺。萧若尘那小子以为炼出几颗丹药就能翻身，没了药材，他便是无米之炊。聚宝阁的生意也该换换主人了。明日我便下令，凡城主府管辖的药田、方士一律禁售药材与萧家。过往契约皆以暂时管制为由暂止，合作愉快。只是那轮回聚气丹的丹方若有机会，丹方共享，利益均分。父亲，你竟要做到如此地步？家主，城南百草坊今早突然毁约，说所有药材已被城主府统一征购，不再对萧家供应。城西药田的佃户也被警告，若再卖药材给萧家，便收回租地。连平时走黑市的2条暗线，今早都传来消息，说被人盯上，暂时不敢动了。一定是有人故意针对萧家。爷爷，不要着急。若尘，我们的库存药材最多只够支撑半个月，聚气丹的炼制一旦中断，聚宝阁那边的契约无妨。他们炖我们的药材，我们便借他们的灵气。此物既能吸人灵气，可否吸收地脉灵气？地脉灵气庞大而稳定，寻常使灵阵难撼分毫。但城主府药田之下的灵脉分支，防御最弱。师尊的意思是，以碎片为核心，布逆转五行夺灵阵，不伤人，只夺无主之灵气，但需精确测算灵脉节点，且必须在此时阴气最盛时启动，方可瞒过城主府守卫大阵的感知。足够了。这是我借来的城主府100年前的灵脉堪舆图，虽然老旧，但主干脉路不会变。你看，他们最大的药田正好压在一条支脉的灵眼上。灵儿姑娘，多谢。客气啥？苏家和我杨家本来就不对付，帮你就等于气他们。不过，你这阵法真的只吸灵气，不伤药草根本。只抽3日灵域，药草会萎蔫，但灵根不损。3日后灵气缓慢恢复，药草亦会复苏。只是苏家这批即将收割的3叶玄参，怕是保不住了。真损，我喜欢。阵眼在此处，以轮回珠为引，碎片为媒，需你全力灌注灵力启动。听说这批玄参是苏家预定的，月底就要交货，值好几千灵石呢。管他呢，咱们看好就行。咦，今晚雾气是不是有点重？脉象全乱，地灵之气仿佛一夜之间被抽空，至少需3月才能恢复。废物，查，给我查！守卫说昨夜并无异动，大阵也未触发，这像是地脉自然枯竭啊！神迹，这是神迹啊！天佑萧家！你这接的也太狠了吧！不过干得漂亮。
苏小姐深意来访，就为了送这包东西？我只是……苏家正在全力打压萧家，苏小姐却来送药，令尊可知。父亲他做的不对，但这些药材是我用自己的私房钱买的，与苏家无关。你们应急用。站住！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是觉得当初退婚是我眼界浅薄，对不起你。现在父亲联合外人欺压萧家，更是不义。我改变不了什么，只能做点这种微不足道的事，求个心安。萧若尘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也看不起我，这些东西你扔了也好，用了也罢，随你。我走了。喂，人都跑远了，你还看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本来想找你商量接下来怎么应对苏家反扑，结果撞见这场好戏。苏大小姐这是回心转意了？无关紧要，药材寄送来了，便用，不必与资源过不去。口是心非。刚才你看人家的眼神，含情脉脉的。灵儿姑娘啊！明日开始，我们炼制一批速生灵肥，助药铁恢复。另外，苏家失了这批全参，必会从其他渠道抢过药材，抬高市价。你杨家渠道广，帮我盯着。好，打压苏家，我杨家义不容辞。不过灵肥方子你得教我。成交。墨尘渊，师尊，您认得此人？千年前暗算我，夺我造化，毁我肉身，将我神魂打入轮回珠的，便是墨尘渊。他的分魂被封印在城主府灵脉之下，难怪噬灵铁片的纹路有他的影子。他竟将一缕分魂藏于此界，必有所图。若尘，此人之危险远超你想象。师尊，既是仇人，那便新账旧账一起算。好，但眼下需先应对苏家与城主府的反扑。墨尘渊之事暂勿声张。弟子明白。曾世豪今日带着残部离开了苍月城，但走前放话，3月内必灭萧家满门。家主，曾家虽败，但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他们在城外黑风山一带与血狼道素有勾结。我刚打听到，血狼道的头领独眼狼昨日在城西黑市采购了大批破阵符和毒烟弹。破阵符专克基础防护阵，毒烟弹针对低阶修士，这是冲着灭门来的。若尘，你前日改良的轮回困阵可融入幻杀二变，以阵为龙，以敌为饵。师尊是说，请君入瓮。若尘，你有何对策？爷爷，请将族中老弱妇孺秘密转移至后山密室，其余人随我布阵。你这阵法怎么有点邪气？以邪制邪，噬灵碎片的气息能混淆对方感知，让他们误以为是同类布置的陷阱，降低戒心。东南巽位，阵眼加深3寸，引地气为源，可持续运转。完全感觉不到阵法存在，这隐匿效果也太好了。曾家给了3000灵石，买萧家全族的命，记住，鸡犬不留。老大，听说萧家那个少主最近有点邪门，再邪门也是刚修炼的主。咱们的破阵符专克这种小家族的防护阵，记住，冲进去先放毒烟，然后见人就杀。奇怪，竹子怎么在动？我好像听到了女人的哭声。不对劲，是幻阵，扔破阵符。轮回困阵第一变，百鬼夜行。集中，这是迷幻阵，闭眼用神识。第二变，噬灵归元。血遁术。
第3遍轮回杀劫。你这是什么阵法？将死之人何必多问？邹世豪不会放过你。黑风山还有3位当家。54名盗匪，不到1炷香时间。这阵法太厉害了，能教我吗？我可以用杨家单方换。此阵需轮回珠之力驱动，你学不了。不过有客人来了。有人。这爪痕是噬灵魔诀中的夺元爪，此子中了魔功。噬灵魔诀，莫尘渊独创的邪功之一，专吞他人修为，壮大己身。中招者修为会不断流失，直至枯竭而死。师尊，为什么宗门不能交给魔头？他伤得好重，普通金疮药没用，需要净灵散去除邪气。我家有方子，但缺一味月光草。月光草，后山北崖就有，我去采。快去快回，我先用银针封住他心脉，最多撑1个时辰。你醒了，别乱动，伤口刚止住血。这里是苍玉城萧家，我叫杨灵儿，是炼丹师。救你的是萧若尘，他就给你熬药了。萧家，你们可有见到追兵？追兵？没有啊，昨晚只有一群盗匪来偷袭，已经被若尘解决了。醒了，把药喝了，能加速驱散你体内的噬灵魔气。你知道这伤？噬灵魔诀夺元爪，你是凌霄宗的人。在下秦昊，凌霄宗曾经的少宗主。3个月前，我师尊凌霄宗主秦天罡闭关冲击帝王境，宗门暂由大长老墨渊代管。墨渊？是，起初一切正常，但1月前，宗内接连有弟子离奇失踪，修为尽失，变成废人。我暗中调查，发现那墨渊大长老在禁地修炼邪功，他抓走弟子，吞噬他们的修为。我本想等师尊出关禀报，却被墨渊察觉，他派人围杀我，我拼死逃出，一路被追杀至此。吞噬同门修为，这也太恶毒了。你想夺回宗门，救出你师尊？想，但我如今修为跌落至玄师境3层，墨渊已是玄王境巅峰，宗门大半长老被他控制，我无能为力。萧公子，你既知噬灵魔诀，又能驱散魔气，定非常人。秦昊恳请公子相助，若能夺回凌霄宗，秦昊愿以少宗主之位相酬，凌霄宗资源任公子取用。凌霄宗，那可是咱们北域4大宗门之一啊。少宗主之位不必，但墨渊所修邪功与我师门有血海深仇，此人我必杀之。凌霄宗，我助你夺回。这是紫云须，外敷能生肌止血。你伤口深，每天要换1次药。多谢灵儿姑娘，你医术高明，又心细如发，秦昊感激不尽。哎呀，我就是个半吊子炼丹师了。你伤好了，记得给我讲讲凌霄宗的事呗，我还没去过那么大的宗门呢。好，待宗门夺回，我邀灵儿姑娘去凌霄宗做客。宗内有一座百草峰，种植灵药万种，姑娘定会喜欢。真的？说定了。凌霄宗内乱，与我萧家是危机也是机遇。若真能助秦昊夺回宗门，萧家便有了宗门靠山。爷爷，此事风险极大。墨渊若真是莫尘渊的传人，其手段绝非寻常玄王境可比。不错，但这也是机会。莫尘渊的分魂被封于城主府灵脉，而他的传人却在凌霄宗掌权，两者之间必有联系。从墨渊入手，或可挖出莫尘渊在此界的全部布局。师尊，
以我目前的实力对抗玄王境巅峰，阵法可补修为不足。你既已掌握轮回困阵3变，为师再传你4项诛魔阵。此阵专克邪魔功法，但需4名心意相通的修士共主阵眼。4名，或许人选已经有了。主峰凌霄殿由墨渊控制，他手下有3位玄王境初期的执事长老，都已修炼噬灵魔诀，但宗门禁地剑种和丹阁仍有忠于我师尊的隐士长老，只是被墨渊用阵法困住了。我们需要里应外合，先救出剑种与丹阁的长老，再合力攻上凌霄殿。但剑种外的九幽锁灵阵是上古残阵，极难破解。可是此阵，你怎么会？此阵是莫尘渊所创，我师门恰好有破解之法。九幽锁灵阵以地阴之气为源，需以纯阳之血为引，配合破邪金针刺入阵眼，破阵不难，难在如何悄无声息接近剑种。聊什么呢？这么认真？我煮了厘米粥，趁热喝。咦，这阵法阵眼处是不是有个阴气回流口？要是往那里丢一颗爆炎丹，会不会炸开缺口？啊！阴气欲扬火则乱，灵儿姑娘，你真是个天才。那当然，炼丹师最懂五行相克了。萧兄有灵儿姑娘这般助力，实乃幸事。什么助力不助力的？我就是随口一说。你们快吃粥，凉了不好喝。秦兄、灵儿，3日后我传你们一套合击阵法，待秦兄伤势痊愈，我们便启程前往凌霄宗。秦昊必不负所托。我也要学阵法，太好了。不过我能带上我的炼丹炉吗？路上可以继续研究新丹药。带，都带。血狼道一战，若尘一挂敌众，全歼来敌。曾家余孽闻风丧胆，已逃往北境，不敢再犯。少主修为虽尚浅，但阵法之能、丹道之才已远超同龄。萧家有此后人，实乃先祖庇佑。若尘，你此前说要在苍月城办一场丹气双绝大会。是，轮回聚气丹也让聚宝阁赚得盆满钵满，但外界只有神丹，不知丹出何处。与其让人猜疑，不如主动亮剑。这是我以轮回珠之力为引，结合噬灵碎片转化原理炼制的简易轮回阵盘。这是阵法固化，竟能刻在玉盘上随身携带。此阵盘可释放一次轮回困阵第1变，持续1炷香时间，无需阵法师操控，注入灵力即可激活。虽威力不及完整阵法，但足以困杀玄途境巅峰修士，困住玄师境1炷香。若尘，这等宝物一旦面世，意味着什么？你可清楚？意味着从此散修可凭此物越阶杀敌，小家族可凭此物守宅护院，萧家可凭此物号令苍院。萧公子，老朽经商40年，从未见过能将阵法师的即时布阵固化为即插即用的法器。此物若能量产，不能量产。每一枚阵盘都需以轮回珠之力刻画阵眼，我1日最多制成3枚。如此甚好，物以稀为贵，若泛滥成灾，反失价值。萧公子，您打算如何办这场大会？3日后，聚宝阁门前搭台，我当场炼制1枚轮回聚气丹，并展示轮回阵盘。苍月城各家族、散修、商会皆可观摩。王掌柜，你猜苏金红会来吗？他若不来，便是心虚认输；他若来了，便是当众承认萧家已非昔日阿蒙。这一局他输定了。诸位，今日聚宝阁与萧家联合举办丹气双绝大会，由萧家少主萧若尘公子亲自演示极品丹药炼制与阵法固化秘术。今日第1炉轮回聚气丹，这控火手法，老夫从未见过。不是控火，是控灵。他在用灵力直接引导药材融合，丹炉只是容器。光是闻着药香，我停滞3年的平静好像松动了。丹成淡金，文运道允，这是古籍中记载的灵纹丹。老朽炼丹60载，从未亲眼见过。灵儿，你之前说的神丹就是此物？是啊，爷爷，我早就说了，萧若尘可厉害了。
轮回聚气丹，药效为普通上品聚气丹10倍，每月仅售10枚，聚宝阁独家代售，价高者得。今日第2件，轮回阵盘。此阵盘无需阵法师修为，注入灵力即可释放轮回困阵第1变。困地一炷香，玄途境巅峰以下必现影踪，玄师境亦能脱身。那晚，我们就是败在这阵法下。轮回阵盘每月仅售3枚，今日首秀，现场竞拍1枚。轮回阵盘，底价1000下品灵石，1500、2000、2800、 4300灵石。明日备候礼，我要亲自登门拜访萧家。你们以后少跟苏家那帮人来往，看清楚风向了吗？苍月城的天要变了。咱们家库存的那块千年温玉，明日送萧府，就说晚辈的一点心意。城主，萧若尘此子已势不可挡，我们之前与苏家的约定，苏家已成弃子，且看萧家下一步棋怎么走。诸位盛情，萧某代萧家愧领了。萧老家主客气，令孙少年英杰，实乃苍月城之幸。是啊，日后还望萧家多多提携。听闻萧少主尚未婚配，我家小女年方28，容貌才情尚可，不知这孩子心里有分寸。萧家列祖在上，不孝子孙萧天涯，今已年迈，力不从心。罪儿萧若尘，天资聪颖，品性端方，以丹道阵行家艺，以阵法护佑族人，丹气双绝，名动苍月，智勇兼备，可堪大任。今日天涯将萧家第7代家主之位传于若尘，从此萧家兴衰，族人生死，皆系你一身。孙儿接剑，此剑所指，便是萧家未来。孙儿萧若尘，以历代先祖英灵为证，萧家在我手中，绝不会再任人欺凌。欺我者，必100倍奉还；助我者，必涌泉相报。萧公子，老朽守株数十年，也守了此物数十年。家祖临终前遗命，待轮回珠新主现世，并展露丹阵双绝之才，方可开启此匣。公子丹气双绝大会，名震苍月，老朽再无犹豫之由。此匣中所藏，乃林大人1000年前亲手所铸丹阵秘典。丹阵秘典，光听名字就感觉好厉害。林前辈是1000年前神界丹阵大师，他的亲笔著作若流传出去，整个北域都会震动。匣上有锁，此所非钥匙可开，需轮回珠之力为引，且需林大人一缕神魂认可。这是我1000年前所封之物，那时我预感大劫将至，将此秘典一分为2，上册藏于神界故地，下册我竟封于此匣。3劫9难，丹田劫、情劫、生死劫。情劫是什么意思？大概是修炼路上容易遇到的某种心性考验。哦，心性考验啊。这写的什么？被墨水糊住了。我脸上有东西。没有。当年我写下这段时，元神已受重创，意识模糊。第3位天明之女，我始终未能看清，后来也再无机缘推演。师尊，您信这个？我曾不信，后来付出了代价。这是萧若尘，你师父显灵了。这位是1000年了，1000年，我未曾感受过存在。若尘，你将丹阵秘典上册激活，秘典之力反哺为师藏魂，
从今往后，为师每日可凝时现身一炷香时间，多谢。师尊折煞弟子，若无师尊，弟子至今仍是废人。师徒一场，本不该言谢，但这17年太久了，久到我以为永远不会有重见天日的一日。密典既起，为师会将毕生所学尽数传你。弟子必不负师尊所授。这就是萧若尘的师傅，看起来好厉害的样子。神界丹阵大师，千年残魂仍能凝时如丝，生前修为深不可测。林大人，家族守候100年，老朽守候40载，今日得见大人残魂凝时，死而无憾。王家忠义，林天阳铭记于心。地震了？不是地震，是灵气波动，从地下深处传来。这是家族所设的地脉感应盘，专测苍月城下方灵脉异动。指针此位，老朽经营聚宝阁40年，从未见它动过。若尘，你以轮回珠感应地下灵脉走向。地下30丈有东西，在呼应轮回珠。呼应，像你师傅那样？不同，不是生命，是残留的气息，非常古老。苍月城建成1200年，但灵脉形成至少万年。万年前正是上古大战末期。小兄，你要下去探。既然轮回珠有感应，便不能视而不见。灵儿姑娘留在上面。凭什么啊？我也会帮忙的。地下不知有何凶险，我护不住你。又是这句话，我说过不用你护，我能自保。跟上，别乱跑。知道了。我也去。这是家族遗留的地遁符，可遁地30丈，仅剩3枚，公子务必珍重。原来遁地是这种感觉，有点像掉进糯米糕里。你这比喻，我大概很久不想吃糯米糕了。这是轮回圣体的初代持有者？不是圣体之源，轮回圣体大成者身后可显9转轮回印，每一印代表度过一劫，9印圆满，可破界飞升，直入神王境。此人是万年前最后一位度过9劫的轮回圣体，古籍中称他为轮回尊者。那些脸是人的魂魄。莫尘渊，噬灵魔诀的最高境界，万魂噬天。轮回珠是封印莫尘渊的钥匙。不只是钥匙，它是封印本身。圣体若亡，会怎样？这炉子，焚天炉，上古10大神器之一，传说可炼化万物，焚尽邪祟。万年前随轮回尊者一同陨落，下落不明。灵运剑，凌霄宗开派祖师的本命配件。祖师飞升后，此剑一并消失，成为宗门世代寻找的传说之物。原来它也是封印的一部分。所以，轮回圣体的使命，从一开始就是封印莫尘渊。是，也不是。轮回圣体的第一重使命是渡劫正道，飞升神界。封印莫尘渊是初代尊者以自身永坠轮回为代价，强行背负的第2使命。若尘，你不必。师尊，弟子尚未大成，还不到考虑这些的时候。眼下只需知道3件事：轮回珠已得，焚天炉与灵运剑须寻，莫尘渊的封印尚在。待弟子有朝一日足够强，再谈使命不迟。咦，这是谁呀？这人的姿势怎么跟我翻你家墙的时候有点像？这是尊者亲手所设的封印。这是壁画里的轮回印，怎么还有只乌龟？小小，
这龟怎么感觉有生命气息？等到了。说话了。12000年，老夫以为要等到这身龟壳化成灰，老了，真的老了。当年尊者嫌我走得慢，说我拖后腿。现在好了，拖了12000年，总算没白拖。您认识轮回尊者？认识，老夫是尊者的坐骑之一，主要负责看门、传话、挨骂，打架轮不上，跑腿儿嫌腿短。你是万年来第一个走到这里的轮回圣体，丹田劫已过，圣体初行，修为嘛差得远，但至少是个活的。晚辈修为尚浅，恐难当此任。万年来能走进这间石室的只有你，修为可以练，圣令不会认错人。尊者临终前说会有人来，老夫等了万年，等的就是这句话。晚辈萧若尘必不负尊者所托。好，总算没白等。蛛形凹槽是留给轮回猪的？不，那凹槽是留给轮回猪的投影。尊者当年将轮回猪留于世间，作为封印核心，不可轻动。圣令上的蛛形凹槽，需持令者以自身轮回圣体之力，凝聚一枚轮回虚印，嵌入其中。如此，圣令方可调用部分轮回珠之力，却无需移动封印本体。原来如此，难怪你方才握令时，轮回珠与你产生共鸣，他在助你凝聚那道虚印。弟子感觉到了。成了，虽是雏形，但确实是轮回虚印。从今往后，尊者留于人间的12处遗迹，137座守护阵符，49只守护兽，皆听此令。12处遗迹，100多座守护阵法。当年还更多，万年来，有些遗迹被人毁去，有些守护兽寿元耗尽。老夫是活得最久的，也可能是最后一只。万年来，您一直守在这里。尊者说会有人来，老夫便等。老龟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尊者当年叫我慢货。这也太难听了。还有老不走的，挡路的，龟壳比脑子硬。够了够了，咱们换个名字。你这么厉害，活了上万年，应该叫玄武尊者。太张扬，老夫只想养老。那玄爷爷尚和，其实尊者后来改口了。改口叫什么？临终那日，他唤我老友。该上去了。王掌柜的地盾符时效有限。这是王掌柜，这是玄爷爷，活了上万年的神龟，以后就是咱们萧家的护院了。晚辈王万贯见过神龟前辈。免礼，老夫饿了，有灵果否？有，上品珠果，白玉灵参，百年茯苓。不必麻烦，3间桃子也行。这，玄爷爷，桃子好吃吗？不如尊者当年种的那棵，但也还行。尊者还种个桃子？种过。他说，等老夫老的走不动了，就躺在桃树下吃桃子，不用再打架。后来他没等到那一天，老夫也没老到走不动。小兄，凌霄宗的事，待圣烈与遗迹的关联稳固后，便继承。凌运剑在凌霄宗，焚天炉在南疆，先取剑还是先寻炉？凌霄宗近，且秦昊熟悉地形，南疆路途遥远，焚天炉线索尚不明晰。多谢萧兄。
凌霄宗内忠于师尊的旧部，未暗中联络，只待时机。3日后启程。前辈，您可愿随行？老夫守了12000年，不差这一趟。再者，凌霄宗那地方，老夫年轻时去过，剑冢下面埋着的那把剑，大概等得比老夫还久。您是说凌云剑在剑冢之下？万年前，尊者将剑托付给凌霄宗开派祖师，言明待后世圣体来取。你们祖师飞升时，把剑留在了剑冢最深处。你们凌霄宗历代找了3000年都没找到，是因为那剑被尊者下了隐匿禁制，只有轮回圣令可破。多谢前辈指点。不必，老夫只是懒得看你们继续瞎折腾。在想什么啊？弟子在想，尊者当年留下这些，是真的相信万年后会有人来，还是只是给老龟一个活下去的理由？或许二者皆是。无论是哪一种，弟子继承此令，便承此责。3日后，凌霄宗，为师陪你。小丫头，你有心事啊？没有啊。你从昨晚到现在叹了17次气，老夫虽然耳背，但还没聋到这份上。玄爷爷，您活了万年，见过很多轮回圣体吧？不多，算上尊者，你身边那个小子是第2个。那守护轮回圣体的人，您见过吗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随便问问。你的眼睛是不是有时候会看见不该看见的东西？譬如墙那边要来人，你提前转头；譬如丹炉要炸，你3息前就后退；譬如当年萧家那小子丹田破碎那夜，你从杨家翻墙过来，在萧家后门外站了一整夜。您怎么知道？老夫昨晚吃桃时，顺带看了一眼你的命文。尊者当年给老夫刻了道窥命文，没什么大用，只能看看身边人的因果深浅。你与那小子的因果线，不是这辈子才有的。玄爷爷，灵儿姑娘，你怎么这么早？睡不着，出来走走。前辈今日胃口不错。这丫头买的桃子甜。陈记新到的水蜜桃，我昨天排队买的。你喜欢的话，我下次多买点。好。早饭在膳庭，秦昊已经过去了，再不去，他一个人能把3笼包子全吃完。他食量有那么大吗？昨晚夜巡时，他顺走了厨房半只烧鸡。我看错他了。因果线粗成这样，老夫就是瞎了也能看见。当年老夫年轻时，曾随商队去过凌霄宗地界，那护山大阵的气势，当真是……家主，杨老爷子求见。小老哥，冒昧来访，实有一事需当面言明。杨兄，这是哪里话？你我世交，何须如此客气？请坐。不必了，此事老夫已瞒了16年，今日当着你萧家新家主的面，须有个交代。萧公子，你可知道杨家世代守护轮回圣体，至今已历137代。世代守护？自万年前轮回尊者封印墨尘渊，圣体碎裂散入轮回，杨家先祖便受尊者托付，世代守护轮回圣体转世者，直至圣体大成，封印重固。杨兄，这些事，老夫从未听你提过。杨家祖训，不可主动相认，不可干扰圣体命途，只能在暗中守护。灵儿这孩子的父亲便是上一代杨家守护者。30年前，轮回圣体转世于苍月城萧家，那一代的圣体是萧公子你的父亲萧远山。远山？你是说远山他？是，萧远山便是上一代轮回圣体。他天资卓绝，15岁觉醒，20岁便踏入玄王境。杨家倾全族之力护他成长，本以为圣体大成有望。24岁那年，他的行踪暴露，墨尘渊一脉的邪修找上门来。那一战，
杨家族人战死47人，包括灵儿他爹。萧远山为护众人撤离，强行燃烧圣体本源，重创来敌，自己也经脉尽断，丹田彻底碎裂。他临终前求老夫一事。何事？他说他已有子嗣，名若尘。他求老夫，若这孩子将来也觉醒圣体，莫要让他重蹈覆辙，不必以守护之名束缚他，让他做他自己，平安长大就够了。远山，这孩子……萧公子，老夫今日来并非要你承担什么使命，只是灵儿这丫头，她自幼便与众不同。她3岁那年，远山夫妇带着你来杨家做客，灵儿见你的第一眼，便说这个哥哥以后会遇到很危险的事。那时我们才知道，这孩子继承了杨家失传300年的血脉天赋——天机瞳。天机瞳，传说中可看破虚妄、预知未来的上古神童。天机瞳每代杨家子孙皆有觉醒可能，但300年前杨家遭逢大难，血脉凋零，此瞳便再未现世。灵儿的父亲至死未能觉醒，而灵儿3岁便能窥见天机碎片，可他爹战死，他再也没有主动用过天机瞳。为何？看见了也改变不了，还不如不看。我小时候经常做噩梦，梦里是你被人欺负，被人退婚，丹田破碎，在雨里跑。我每次都拼命想喊你，你听不见。后来我不做梦了，因为爷爷告诉我，那些不是梦，是天机瞳的预知。我看见的每一件事都是将来会发生的。你丹田破碎那晚，我其实看见了，7天前就看见了。我在墙头坐了一整夜，想怎样才能拦住你，想不出来，所以后来我就想，既然拦不住，那我就帮你接上。所以你学炼丹？丹田修复丹的方子，我从8岁就开始背了，可惜最后是你自己修好的，我的丹药一颗都没用上。所以你从小就知道要守护我。翻墙、送丹药、借丹炉、一起打架，都是因为要守护我。一开始是，后来不是了。我不要你守护，守护是单方面的，我要你跟我并肩。我愿意。你说的并肩，不是你跟着我，也不是太危险你留下，是并肩，我记住了。并肩。年轻人真肉麻。把老夫的桃子放下，眼泪都滴上去了。咸？不咸，甜的。对了，我的天机瞳，你想看看吗？可以看。天机瞳有2个能力，一个是破妄，能看穿一切伪装、幻术、隐秘阵法；一个是预判，能提前看见敌人的攻击轨迹。破妄不太费神，预判很累。我现在一天最多用3次预判，用完会头晕。那破妄，你身上好多线。线？青色的，从你心口连出去，有3根特别粗。连在哪里？一根往后花园，连在玄爷爷的龟壳上。老夫。一根往门外，很远很远，应该是秦昊那个方向。我。还有一根往西，太远了，我也看不到那头。3根，这小子的情节够他喝一壶的。列祖在上，不孝子孙若尘，今日远行，归期未定，此心不为私仇，不为名利，为师尊千年沉冤，为尊者万年一致，也为萧家不再仰人鼻息，孙儿必当归来。远山，你生了个好儿子。若尘，凌霄宗不比苍月城，墨渊盘踞多年，势力根深蒂固。你此去，爷爷，孙儿会活着回来。好，爷爷等你。秦公子，若尘与灵儿，劳你照应。萧老家主放心，秦昊这条命是萧兄所教，此去凌霄宗，纵死不复。灵儿丫头，你这孩子……萧爷爷，您放心，我会盯着萧若尘按时吃饭睡觉。他要是逞强，
我就把他的丹炉藏起来。好，好。萧家小子，老夫有句话，前辈请讲。你养了个好孙儿，尊者当年若是有这样孝顺的后辈，也不会。多谢前辈吉言。萧少主此去一路顺风。萧少主，凌霄宗若是有用得着散修的地方，派人捎个话，咱们虽修为低微，跑腿还是行的。多谢各位，我们会带特产回来的。小姐，您不去？不去，他亦有人同行，我不必再添乱。萧若尘，你紧张吗？为何这么问？7岁那年，我第一次离开苍月城，跟爷爷去过隔壁清平县，走了3天，我哭了4回。爷爷说我是他见过最没出息的小丹师，这回居然没想哭，好奇怪。许是长大了吧？可能是吧。车厢太小了，连老夫喘气都憋屈。你们3个能不能少说几句，省点地方？玄爷爷，您把腿伸我这边了。是你占老夫的地方。明明是您占了我的位置。老夫年纪大，理应做得宽敞些。您刚才还在壳里，根本不需要宽敞。那里便是凌霄山脉，还有几日路程？若一路无阻，5日可抵山门。弟子会加紧参悟秘典。若尘，秘典所在第2阶情劫，你可还记得？弟子记得。为师日前推演，结束已尽，此行怕是不会太平。师尊是指灵儿姑娘？情劫非指一人，秘典所言，天命之女有3，壁画亦有3人背影，你与他们之间皆有宿世因果未了。杨姑娘是一道，另外2道隐于云雾，为师亦看不真切。若尘，为师年轻时曾以为情劫是可以避的，后来才知越避越深，越躲越痛。师尊的意思是，顺其自然，他若靠近，不必推开；你若有情，不必遮掩。结束也好，宿命也罢，终究是你们自己走的路，莫学为师。弟子谨记。止血丹3瓶，回灵丹5瓶，解毒丹2瓶，雅效丹改良版10颗。10颗雅效丹。万一墨渊那老贼不长眼，我就请他吃一把。他应该不长眼。那就好。萧若尘，你的情劫是个什么劫？你如何知道情劫之事？那天在聚宝阁密室，我也在场啊。你师父说的话我都听见了。我不是要问什么，就是那天我用天机瞳看你身上的因果线，有3根最粗的，其实没有连玄爷爷的，连的是我。所以我就想，你的情劫里是不是也有我一份？是。我就知道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拖你后腿的。我会用天机瞳帮你，会炼丹，会打架。你要是遇到另外2位，也不用躲，我也不会生气。杨灵儿，我若避你，是因怕护不住你，不是因不愿见你。师尊方才说情劫不可避，越避越深，所以我不避了。那你以后不许再说太危险了，你留下。尽量。尽量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，若你当真太危险，我还是会说。但会带你一起去。年轻人。这是什么？提神丹，牛马专属，快吃吧。凌霄宗，老夫有8000年没去过了，不知剑冢里那些老家伙还活着没？老家伙？剑灵那把剑搁在剑冢深处8000年，就算只是一道残石，也该养出灵智了。希望他脾气还好。当年尊者把他扔给凌霄老祖时，他闹了300年别扭。前辈，您说的剑是指灵运剑？不然还能是哪把？萧若尘，凌霄宗是什么样的？秦昊更熟。凌霄宗历派8000载，鼎盛时曾有3位玄黄境坐镇，位列北域4大宗门第2。如今墨渊掌权3年，忠于师尊的长老或被囚禁，或被调离，年轻一代弟子不敢言，不敢怒。8000年的宗门，成他一人私弃。所以我们要把他夺回来。是。那肯定能夺回来。我们连薛郎到50多人都打赢了，还打不过一个墨渊。有道理。林运剑在等你，墨渊也在等你。弟子知道。轮回圣体，还有那只老龟，
8000年了，您等的仇人终于送上门了。传我令，山门大开，迎客莫要下找客人。还是这老样子。当年凌霄老祖请尊者来喝茶，老夫在这山脚等了3天。尊者说山上没桃子，让老夫自己找地方歇着。结果他喝了3天茶，老夫在石头缝里刨出3窝野蜂。然后呢？然后老夫肿了半个月。尊者说慢货。你这龟壳不挡风针。护山大阵被改过，师尊在时，山门终年清气萦绕，那是凌霄宗祖传的青云阵。如今，这是噬灵魔宫的邪阵，阵眼在山门之内，须破此阵，方可入剑主。噬灵转元阵的变种与曾凡剑所用禁药同源，但规模大了100倍。墨渊这是要将整座凌霄宗的灵脉练成他一人司库。等等，山门后有人，很多，不是活人。墨渊的埋伏，不是修士，他们的灵力波动很怪，像被什么抽走过大半，只剩一层皮囊撑着，是死人。少宗主，大长老知您归来，特命弟子在此迎候。这几位是少宗主的朋友，大长老有令，贵客远来，当奉为上宾。山门已备清茶，请。他右手食指第2关节有道旧伤。姑娘说笑了，弟子。那是3年前凌霄宗内门大比，你在4强战被秦昊一剑刺穿虎口留下的疤。3个月前，他在宗门失踪，墨渊对外宣称他外出历练，误入险地，尸骨无存。他不是凌霄，凌霄的魂魄3日前就被噬灵魔宫炼尽了，只剩这具皮囊，被墨渊炼成了噬魂魁。他说的每一句话，都是墨渊在借他的嘴说。天机童，杨家余孽。墨渊，你连死人都不放过。少宗主，杀了我！墨渊，墨渊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他在西边，不对，又换位置了。他在用阵法掩盖真身所在。他不敢出来的。墨渊从不是此人的真名，他修的噬灵魔功传自墨尘渊，但他自己也不过是墨尘渊的一枚棋子。他等在这里，不是等你来复仇，他是等轮回圣体来。少宗主远归，老夫本当亲迎，奈何剑种近日异动频繁，老夫需坐镇禁地，以防纳物惊扰宗门安宁。听闻少宗主携轮回圣体同归，老夫甚慰。剑种深处那把剑，8000年来无人能取，或许圣体可破此局。令谷家那位小姑娘在剑种外转有3天了，少宗主若见着，不妨一并带来。谷家炼器世家，8000年前曾与凌霄宗联姻，灵运剑便是谷家先祖为凌霄老祖所铸。那丫头若真是谷家后人，便是循着血脉感应寻剑来了。他说的谷家小姑娘，第12版了。
轮回圣体，我等你很久了。谷姑娘如何认出在下？轮回圣令，家父临终前画过他的图样，令我记熟。谷家祖训，灵运剑主当辅佐轮回圣体，直至封印重布。灵运剑主，那把剑还没认主吧？还未。剑在剑冢深处，8000年来无人能取。谷家历代传人皆来试过，皆铩羽而归。祖训说，唯有轮回圣体可令灵运剑认主。所以谷姑娘来此，是为寻剑，还是为寻圣体？原本是为寻剑，祖训只说辅佐圣体，没说必须找到圣体。若我能取剑而归，便也算完成使命。但方才看见圣令那一瞬，我便明白，剑与圣体原是一体的。剑在等圣体，圣体亦需剑。你不激动吗？激动是何意？就是等了很久的人终于出现了，会开心，会想哭，会开心是有的，想哭没有。父亲说，谷家剑修，剑折不可泪垂。那也太累了。我已折12把剑。那个果姑娘，我叫杨灵儿，以后我们可能要一起走很长一段路，大家都别那么客气。客气是何意？哎呀，咱们称呼彼此不用加姑娘，你直接叫我灵儿就行。灵儿，对吗？那我叫你云溪。可，那你笑一个。我不会。小时候会，后来剑折多了，便忘了。那你以后跟着我们，我教你笑。多谢。老夫有个问题。前辈请讲。谷家祖训说辅佐圣体，这辅佐具体是怎么个辅佐法？护其周全，助其修行，为其寻剑，为其……老夫问的不是字面意思，老夫问的是你这辅佐包不包婚配？祖训未载。哦，玄爷爷，老夫只是问问。就是这里。 8000年了，他还在闹脾气。我能感应到他在等我，也在等你。他知道我们来了。灵运剑有灵，8000年来封剑不出，是在等圣体完成3劫。若尘，你丹田劫已过，情劫方至，此刻取剑，或许……弟子知道，但剑在等，人已在，没有退后的道理。好。谷家余孽也来了，正好。轮回谷，杨家天机童，谷家剑脉，凌霄少宗主，还有那只老龟，人齐了。师尊，您当年输给轮回尊者一局，弟子替您扳回来。剑种已备，静候圣。 8000年了，老夫上次来这儿，他还肯跟我说话。他说了什么？他说：“老龟，尊者何时来接我？”老夫说：“尊者回不来了。”然后他8000年没理过我。他在看我，你能感觉到？他知道谷家血脉来了，也知道轮回圣体来了。他在等，等一个人，一滴血，一个答案。洛尘，你可想好了？灵运剑是神器，也是封印，剑下封着什么，连尊者遗书都未载明。弟子知道，但剑在等我，便没有让他再等下去的道理。好。 尊者亲手设的禁制，
进不去。结界上有轮回圣体的气息，但他不认任何人，只认血脉。尊者当年设此禁制时，便已算到后世会有人来，你是万年来唯一走到这里的人。他认出你了。老友，此去不知归期，会有人来接你。成了，第2件神器。恭喜萧兄！古家等这把剑等了8000年，古家第107代传人古云溪参见剑主。古姑娘，你这是？古家祖训，灵运剑认主之日，古家当以剑主为尊。剑主所命，古家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丫头，起来，不是这种跪法。你家祖训写的是辅佐，不是为奴。尊者当年让你家先祖铸剑，不是要后世子孙跪着侍奉剑主。那老头最烦这些虚礼。古姑娘，此剑是古家先祖所铸，8000年后由古家血脉亲眼见证他认主，是他的荣幸，也是我的荣幸。多谢。不对，剑下封印。下面有东西，很老，很邪。莫成渊，尊者当年封印的不是莫成渊本体，是他在此界留下的一缕分魂。8000年，还是9000年？轮回圣体，这年头还有这种老古董？原来如此，尊者已见证我分魂8000年，剑被拔走，封印自解。你是尊者的传人，这一代圣体有点意思，可惜修为太差。轮回困阵，起！够了！天机瞳，预判，左边3步。这一剑有点尊者的影子，可惜你太弱。退！玄爷爷，轮回困阵第2变，噬灵归元。圣体未成，神器不全，也敢来拔剑？有意思。今日到此为止，8000年才等到一个来拔剑的，杀了可惜。况且本尊那不成器的徒孙还在外面等你。这就是莫尘渊，只是一缕分魂。 8000年前先祖面对的竟是这样的敌人。现在知道了，还怕吗？怕，但不退。玄爷爷，你壳裂了疼不疼？回去我给你炼生骨丹，你拍好，别乱动。莫尘渊的分魂被封在剑冢8000年，墨渊就在凌霄宗，他会不知道？他知道。那他为何不自己来取？因为他取不了。尊者以灵运剑镇分魂，剑刃轮回圣体血脉。墨渊修的是噬灵魔功传人，他若碰剑，封印不破反顾。他这些年坐镇凌霄宗，不是在等剑，是在等持剑的人。墨渊也是在等萧兄。是，
莫尘渊的分魂破风而出，墨渊必有感应。灵运剑已归位，三神器已得其二，第三剑焚天炉，你打算何时去寻？待凌霄宗事了，墨渊伏诛，弟子便动身南疆。来不及了。莫尘渊分魂既出，封印已弱，他必会加速搜集邪物，扩张势力，为破风而出做准备。焚天炉若落入他手，师尊的意思是兵分两路？不，凌霄宗与南疆本非两条路。据王万贯提供的古籍残卷，焚天炉最后一次现世却在南疆炎阳宗，但千年前为师曾追查莫尘渊党羽时发现，此地名为幽冥火山，地火千年不息，乃是炼器绝佳之所。古籍记载，焚天炉炉身需以地火之心温养，方可保气灵不散。为师推测，焚天炉不在炎阳宗遗迹，而在幽冥火山深处。弟子记下了。此外，为师感知到你体内灵力已至玄途境巅峰瓶颈，此行若有机缘，或许可借此战破境。师尊，剑被人取走了，您内力分魂也被人放出来了，人齐了，剑也有了，该收网了。这是什么？固定节，我特意跟陈记糕点铺的掌柜学的，系桂花糕礼盒那种。老夫是龟，不是礼盒。但很可爱嘛。老夫12000岁，不需要可爱。小兄，昨夜我潜回宗门外围，截获一道密令，墨渊已命3长老楚天阔设本部弟子下山，沿途设伏。他们知道我在此，也知道萧兄你是轮魂圣体。目标？杀你，擒我，夺灵运剑。凭什么？剑是萧若尘自己拔出来的，他们凭什么夺？墨渊对外宣称灵运剑乃凌霄宗镇宗之宝，萧兄道剑在先，他不过是清剿外敌，追回失物。这不是颠倒黑白吗？掌权者惯用此术。8000年前，古家被诬陷私藏神器，满门流放，亦是如此。3长老楚天阔修为如何？玄师境巅峰。16年前，师尊闭关前曾凭他心术不正，不可委以重任。墨渊掌权后，他第一个投诚。秦兄，你此行的目的是夺回宗门，不是清理门户。我知道，但他若来，你当如何？我会亲手送他上路。前方3里，林中有伏兵，约30人，为首者玄师境巅峰楚天阔。是，弟子知道了。林中有阵法，不是临魔功，是凌霄宗镇宗的青木困杀阵。那件楚天阔的成名阵，16年前内门大比，他以此阵困住对手37招。破阵需几息？若我在阵眼位，需12息。我给你12息。你就是那盗剑的萧家小儿，玄途境巅峰也敢独挡老夫？秦昊那孽徒就这点出息，找个废物当靠山，倒有几分邪门。不过玄途境就是玄途境，剑再好也弥补不了修为鸿沟。老夫便替大长老清理门户，顺带收了这把剑。青木困杀阵，起！左前3步，剑刺地脉节点。怎么可能？右后5步，阵眼位。拦住他！你的剑法！16年前，你教我第一式清风斩时说过，剑招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好一个秦昊！当年我就说，师尊收你为徒是瞎了眼，如今看来，瞎眼的是我。是临魔器，他体内也有邪功种子。你竟自甘堕落至此！堕落！老夫不过是选对了路。墨渊大长老许我突破玄王境，许我凌霄宗副宗主之位，许我
我父亲当年被莫尘渊党羽追杀，行踪如何显露？是你们？老夫不知你在说什么。16年前，凌霄宗有内应，将轮回圣体转世者踪迹卖给莫尘渊余孽。当年切合邪修，随身携带一枚暗红玉简，上有凌霄宗内门执事专属的青玉纹。是我。萧伯父，当年杨家47人，萧伯父夫妇皆因你而死。是。老夫当年不过是想更进一步，师尊压着我，不让我碰宗内实权。墨渊的人找上门来，说只需一条消息，便助我突破玄王境。老夫只是没想到会死那么多人。此人还有用。你与墨渊往来16年，手中也有他勾结邪修、残害独门的证据。有，交出证据，我留你一命。留一命，废人一个，活着何用？你害死我父母，我恨你入骨。但凌霄宗内还有无数不知真相的弟子，他们需要一个真相。你是去死，还是去还战？老夫这些年与墨渊往来的密信副本、邪功种子分发记录、师宗的弟子名单，皆在此令中。凌霄宗历代祖师在上，罪人楚天阔无颜入宗祠。师兄，当年你领我入山门那日，曾说过一句话。什么话？你说凌霄宗8000载，剑心不可移。你的剑心移了吗？忘了。这里面有当年害死你爹娘的证据。你不难过吗？我爹娘死时，我尚在襁褓，爷爷从不与我细说，直到他们是病故。16年来，我以为自己只是寻常的萧家子弟，平庸无才，丹田破碎，被人退婚都是命。后来才知道，我这条命是杨家47人，我爹娘以死换来的。那不是你的错。我知道，但知道是一回事，接受是另一回事。萧兄，秦兄，你这是？秦昊自幼失户，师尊是我唯一的父辈。3年前墨渊叛变，师尊被囚，我以为此生再无家人。今日萧兄为我凌霄宗留此证据，亦为我师留一份清白。此恩此情，秦昊无以为报。若萧兄不弃，秦昊愿以兄长视之。秦兄，起来。萧兄应否？我自幼独子，没有兄弟，今日得秦兄为弟，是若尘之幸。大哥。8000年前，尊者收了个义弟，后来那人战死在莫尘渊麾下，尊者为他守灵7日，此后终生不也。兄弟，是好事。墨渊行事谨慎，能留这些把柄16年而不灭口，可见楚天阔于他人有他用。弟子在想，墨渊为何不亲自来追？2种可能：其一，他需坐镇凌霄殿，以镇压秦天罡及剑种封印；其二，他在等某个人。谁？莫尘渊的分魂破风而出，内里分魂虽虚弱，却与墨渊同出一源，若二者合一。所以我们必须抢在他合一之前，夺回凌霄宗，救出秦昊师尊。文天炉在幽冥火山深处，若能得此神器，3神器便集齐，届时即便莫尘渊分魂与墨渊合一，亦有一战之力。若尘，你今日以玄途境巅峰越级败玄石境楚天阔，剑法虽稚嫩，但胜在本诀，为师观你灵力波动，已至瓶颈边缘。弟子亦有感应。此战之后，潜心参悟灵运剑与轮回圣体的共鸣，破境指日不远矣。这是生骨当改良版，我加了蜂蜜，您尝尝吗？不吃，尝一口就好。老夫宁饿死。待我寻得梵天炉，3神器归位之日，便是与尔等清算之时。废物！不，大长老，你说过邪功种子不会……师尊放心，那缕分魂技已破风，弟子自会迎其归位。地火的味道，8000年前
跟尊者来过一次，这地府还没这么玄爷爷，尊者当年来这儿做什么？寻一个人。谁呀？一个铸剑的疯子。尊者说那人欠他一把剑来讨债的。可是古家先祖，你倒是机灵，那人叫古渊，你们古家第13代铸剑师。尊者说他是天下第1铸剑师，就是脾气太倔，欠了剑债躲到南疆，害尊者追了3000。后来呢？后来剑铸成，尊者带着剑走了，古渊留在了南疆。再后来，南疆有了气宗。原来如此。大哥，前方30里便是气宗山门。气宗以炼气立派8000年，虽不列北于4大宗门，但论铸气之术，北域无人能出其右。宗主何人？林震天，玄王境中期，北域第1炼气师。但他已有20年不曾亲手铸气。气宗事务多，由其独女打理。其女名林雨涵，年19，玄师境初期，12岁便练出玄阶上品法器，被誉为气宗300年来第1天才。19岁，玄师境，还是炼气天才。我才玄途境7层，你16，所以我还小。17件地阶中品法器，凌霄宗开派8000年，存世地阶法器不过9件。气宗靠这个吃饭的。为清气宗立派8000载，特开地心火禁地，举办炼气大会，优胜者可借用地心火3日。萧若尘，地邪火，焚天炉不是需要地心火才能？焚天炉在幽冥火山深处，若无地心火开路，以我等修为，根本无法深入。气宗立派8000年，地心火禁地应是火山最深处，地火蔓延所在。焚天炉若在火山中，必在那附近。弟子需参赛。你虽修丹阵，炼气之术未涉，但辩才、熔炼、成气皆与炼丹有相通之处。第1关辩才也有轮回圣体的灵力感知，加上为师1000年阅历，应无大碍。第2关熔炼，第3关成气，需临场发挥。气宗羁绊此会，必是广纳天下炼气师。你若表现惊艳，必引人注目。弟子明白。青年报名人数，回奈小姐，40已过，报名者137人，比去年少了30%。北域炼气一道，当真一代不如一代。那把剑，有事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剑好，可惜配剑的人修为平平。说话怎么这么冲啊？炼丹师是又怎样？不怎样。只是好心提醒，这里是炼气大会，不是丹道交流会。走错门，出门左转。我报名。苍月城没听过，小地方。小地方也有资格参加气宗大会。大小姐，规矩是玄途境以上皆可报名。我知道规矩。空手来参赛的，我倒是第一次见。规矩只说要报名，没说必须带工具。你既执意报名，便报吧。第1关辩才，1000种材料，1炷香内辨识数量前20晋级，可别连100种都认不全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他19岁，玄师境初期，12岁练玄阶法器。我知道嘛，但你不必与他比。为什么？他报名是为寻焚天炉，不是为争高低。云溪，你其实很会说话嘛。第1关辩才，1炷香内辨识材料种类、名称、品阶，每按10合，辨识正确者记1分，积分前20者晋级。他怎么不动呀？大哥自有分寸。他在感应。他不用看，80合了，全对，考官方才核对过，无一错漏。这不可能，便是家父经营炼气40年，也不敢说闭眼摸一遍
就能辨出材料年份、产地。苍月城，萧若尘100合全对，积分100，第一关榜首。萧若尘太厉害了。你是什么人？苍月城萧若尘，报过名了。苍月城没有这种辩才之术，你师承何人？无师自通。不愿说便罢，但你听好，第一关辩才不过是入门，考的是眼力与经验；第二关熔炼，第三关成器，才是真功夫。你若以为凭这手辩才之术便能夺魁，未免太瞧不起气宗8000年传承。我从未轻视气宗，最好没有。你身边那位白衣剑修，那把剑叫什么名字？灵韵。那个林大小姐说话阴阳怪气的，明明被萧若尘的辩才镇住了，嘴上还不饶人，傲娇也有个限度吗？气宗传人自有傲气，大哥近日以辩才100合夺魁，他面上挂不住，言语冲撞几句也属正常。他认得此剑。方才他问剑名，气宗8000年传承，古籍中应有灵韵剑的图录。他若认出灵韵剑，便该知道此剑与轮回圣体的渊源。可他只问了剑名，没有追问剑主。或许不便当众问。所以他其实是好奇萧若尘的身份，又拉不下脸来问。英熙，你好像很在意他对这把剑的态度。此剑古家所铸，任何人问我都在意。萧若尘，明天第二关熔炼，你有把握吗？炼气非我所长，但轮回圣体对灵力操控有天然优势。林天阳师尊方才传了我一套灵力熔炼法，明日一试。加油！那个林大小姐明天肯定还会来，你一定要狠狠打她的脸。灵儿姑娘，话不必如此。我说的是事实嘛。焚天炉在幽冥火山深处，气宗地心火禁地，或许是进入火山唯一的路径。明日熔炼，气宗必会提供统一矿石粗胚，考验的是提纯精度。此关与炼丹提炼药液异曲同工。你只需以轮回珠之力稳定炉温，将杂质剥离即可。弟子明白。灵韵剑，轮回圣体，气宗8000年，等的就是这把剑回来。你为何不早说？若尘，气宗那位大小姐已认出灵韵剑。师尊，弟子知道。明日熔炼，她必会到场。弟子不会分心。为师不是提醒你分心，是提醒你，你与她的因果线或许比你以为的更早。气宗8000年，世代守护幽冥火山，而焚天炉就在火山深处。轮回尊者当年前古渊铸剑，佑助气宗守火。8000年来，气宗、古家、轮回圣体，本就是同一道封印上的不同锁扣。你与他的相遇不是偶然。弟子知道，使命也好，宿命也罢，路在前方，走过去便是。就是他，辩才100合满榜第一的那个。不止，我听戒律堂的师兄说，此人昨日辩才，从头到尾没碰过剑武镜，没翻过图谱，闭着眼睛写满100合，全对。这怎么可能？更邪门的是他的修为，玄途境巅峰。玄途境啊，我气宗外门弟子都不止这个境界。这人怕不是连熔炉怎么点都不知道。这是轮回熔炼法。大小姐，您说什么？赤炎铁属火，熔点极高，杂质多为硅石与硫化物。寻常炼器师以高温强行融化，再以锤断剥离杂质，耗时耗力，提纯度难于70%。但轮回熔炼法不同，以灵力渗入矿材内部，逐层剥离杂质，如剥茧抽丝。此法无需捶打，不损矿材本源，提纯度可达90%以上。弟子感应到了，他在抵抗。矿材有灵，
心髓是矿石千年凝聚的旧物，剥离它，便是让它重生。弟子明白。清纯度97%。他是人吗？我练了3年赤炎铁提纯，最高只有63%。怪物，这绝对是怪物。可否晋级？苍月城萧若尘第2关熔炼榜首，晋级第3关。你方才所用是何法门？灵力熔炼。我问的不是名字，是来历。气宗古籍熔炼纪要第3卷第7篇记载，8000年前，轮回尊者造访气宗，曾亲授宗主一套炼气术。此法不借锤断，不假外火，以灵力为刃，神识为眼，剥离杂质，如抽丝剥茧。宗主当年称此法为轮回熔炼法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我是他的传人。轮回尊者，你为何不早说？无人问过。气宗禁地，300年无人能进的禁地。昨晚封印异动，父亲说那是焚天炉在躁动，他感应到有人在靠近。他好像也没那么讨厌了。气宗传人背负8000年传承，忽然得知先祖等的人终于来了，心中百味杂陈，也是正常。我知道，就是看他那样子有点可怜。你心软？我没有。你有。8000年前古家等的人也是他，如今他等到了。云溪，你等他的时候是什么感觉？像一个人走在没有尽头的雪地里，很冷，但不能停。8000年，等来的不只是剑，还有持剑的人。古家丫头等到了，杨家丫头，你不是也在等？我不是等，我是从小就知道要保护他。那是使命。后来呢？后来不是使命了。焚天炉感应到你了。弟子亦有感应。焚天炉在幽冥火山深处，而气宗禁地应是进入火山唯一的门户。那位林姑娘所言封印异动，正说明气宗世代守护的不仅是地心火，更是焚天炉的封印入口。若尘，你明日第3关成器，有何打算？弟子既已显露轮回熔炼法，气宗上下必已知弟子身份。明日无论炼成何物，凌雨涵都会助弟子入禁地。有理，但他需要台阶。弟子会给他。吃饭了，南疆的特色菜，辣炒灵蛙，火晶式拌蜜，还有玄爷爷点名要的红烧灵菇。那个林大小姐今天被你吓得不轻呢。她问你话的时候，你干嘛那么老实回答？我是说，万一他是墨渊那边的人呢？万一他套你话呢？他不是。你怎么知道？气宗守护焚天炉8000年，与轮回圣体同气连枝。他或许高傲刻薄，不通人情，但绝非邪修。况且他认出灵运剑那夜没有声张，独自查阅古籍至深夜。你怎么知道他查阅古籍至深夜？你一直在留意他。留意任何可能影响任务之人，是家主应尽之责。哦。他回来了，我该做什么？你也感觉到了，父亲闭关前说，气宗世代守火，守的不是地心火，是焚天炉。焚天炉在等的人来了，气宗的使命便算完成。可然后呢？他去了禁地，他在问自己的路。弟子知道。若尘，气宗世代守火，使命与轮回圣体相生相伴。他自有被教导要等一个人，可没人教过他，等到了之后该如何自处。明日第3关，你给他一个答案。
宗主尚在闭关，此事不请闭关前有言，焚天炉认主之日，气宗上下皆听炉主之令。那是30年前的话了。8000年的使命不在30年。第3关，成器，一气成器，实现一炷香，材料自选，器型自定，成器品阶，灵气蕴养，阵纹完整度，三者综合平等。萧若尘，你可准备好了？他不用陨铁、赤炎铁、青灵竹、石乳，这不是炼阵盘的材料吗？第3关成器，他炼阵盘，阵盘也算器。轮回圣令可号令尊者一记，守护兽，阵法静止。但圣令只有1枚，若你远行，苍月城萧家，随你征战的伙伴，谁来守护？弟子想过。圣令子盘以轮回圣印为核心，复制圣令部分权柄。持子盘者，可调用圣令30%之力，激活简易困阵、传讯、示警。弟子今日便炼这第1枚子盘。这不是阵盘，是轮回困阵的固化法器。持此盘者，注入灵力，可激活第1变百鬼夜行，持续1炷香。为例呢？困杀玄途境巅峰，困住玄师境1炷香。这声音，禁地。焚天炉，金乌，8000年了，你还活着？若尘，弟子在。尊者等这一天，等了8000年。久等了。气宗第37代传人林雨涵，奉先祖遗命，世代守护焚天炉。8000年守候，今日终于等到炉主归位。气宗上下见过少主。林姑娘，请起。少主，可愿入禁地？我此行便是为焚天炉而来，如今认主，禁地不必再入。不，禁地深处，焚天炉沉眠之地，有尊者遗言。什么遗言？尊者临终前将一缕残石封入炉中，炉主归位之日，残石自醒。那遗言只传给后世圣体。晚辈萧若尘，轮回圣体第108代传人，今日得焚天炉认主，特来拜谒尊者一事。圣体未成，三神器已得，丹田劫已过，情劫方至。你比本尊当年走得快，晚辈不敢与尊者相较。不必自谦，本尊当年练焚天炉时，已是大成圣体。你以玄途尽得炉认主，是炉灵选你，不是本尊选你。炉灵比本尊会看人。尊者，莫尘渊何有死穴？有，本尊当年与他同归于尽时，在他神魂深处留下一道轮回裂痕，此痕不灭，他永世无法真正复活。但此痕藏于他分魂最深处，需以轮回圣令为引，三神器共鸣，方可在1/1000期间捕捉其位。你已得三神器，但圣令与三神器彻底共鸣之日，持令刺入他分魂眉心，便是他的死期。晚辈记住了。古家那丫头，你带着。是。古云溪姑娘，
是灵运剑主。他祖先古渊欠本尊一把剑，欠了8000年，总算还上了。杨家那丫头是天机童传人。是。本尊当年认识一个杨家姑娘，也是天机童。她临终前说，看见本尊会死在莫纯渊手里，她看得不准。本尊没死，只是碎了圣体，轮回入不了。气宗那丫头，傲是傲了点，心不坏。她父亲当年求本尊收她为徒，本尊没答应。为何？怕她走本尊的老路，仇恨会吃人。后世圣体，本尊不知你名，但卢灵认你，便是有缘，替本尊走完那条路。弟子定不负尊者所托。云姑娘，少主有何吩咐？你今日称我少主，是真心，还是因祖训所迫？我不知。气宗世代守炉，祖训说炉主为尊。我曾以为这是一句空话。8000年了，炉主不会来，气宗也不必再低头。然后你来了，所以你低头，是因祖训？不，是因你当得起。3日前在山门外，我说小地方也有资格参加气宗大会，那是我的错。我林雨涵自12岁练成玄阶法器，便被捧为气宗300年来第一天才。我以为天下炼气师皆不如我，我以为气宗之外皆是乡野村夫。现在呢？现在知道天外有天，我是气宗传人，宗主的独女，北域炼气一道年轻辈第一人，我不会说对不起，因为气宗宗主不必向任何人道歉。但我想你知道，我看清你是我的过失。我记下了。记下什么？气宗宗主不必向任何人道歉，但你今日这番话比道歉更重。少主，何时启程？3日后。可需气宗相助。你可愿随行？我气宗87年守炉，使命已尽，但焚天炉既已认主，炉主征伐邪魔，气宗可愿同行？少主，不是祖训，是问我。是。我需问父亲，他若允，我愿意。输给你，不冤。他们聊好久。大哥和林姑娘交接事务，自然要多费些时间。我知道吗？你单膝？我没有。你有。好啦，我是有一点点在意。他那么厉害，炼气天才，长得又好看，还是气宗大小姐。萧若尘会不会觉得她比我好？不会。你怎么知道？在屋顶说怕护不住你那夜，我听见了。他从没用那种语气说过别人。丫头，老夫昨日看气宗那丫头，她身上也开始冒金线了，3根都粗，没什么好比高低的。所以你再纠结这些，不如去想想怎么让那根线更粗一点。你们聊完了？他愿意跟咱们走吗？需问他父亲，但他应允了。哦，你以后会不会觉得他比我好？不会。为什么？他很好，炼气天才，气宗传人，傲气但正直。但你是杨灵儿，不是因为他不好，
你才好。那是什么？是并肩。尊者遗言说，需以圣令为引，3神器共鸣，方可在1/1000息间捕捉莫尘渊分魂的轮回裂痕。若尘，你可想好何时动手？莫尘渊分魂已破风而出，与墨渊合一只是时间问题。弟子需抢在此前。你有几成把握？3成。3成便敢搏命？师尊千年前若有3成把握，何会放手一搏？弟子不是尊者，没有9道轮回印；弟子也不是师尊，没有1000年修为。但弟子有3神器，有并肩之日，有必须回去的地方。3成够了。你比为师当年有胆魄。墨渊已于3日前与莫尘渊分魂合一，凌霄宗护山大阵彻底魔化，擎天罡宗主被押往禁地，性命垂危。城主府封印与凌霄宗禁地灵脉相通，若莫尘渊借凌霄宗地脉反噬封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师尊，灵运剑已认主，焚天炉已归位，3神器齐聚，可以一战。气宗300精锐已整装待发，地阶法器20件，玄阶上品130件，可供少主调配，只待少主一声令下。3日后启程。大哥，师尊他3日后，我便是玄者境。你感应到了？是。情劫尽了。渡劫时为师无法相助，心魔幻境中，你只能靠自己。弟子明白。我需要一间密室，3日无人打扰。我守门。我也守。气宗禁地外围有灵气最浓的闭关室，少主若不嫌弃，有狼。灵儿，若3日内我未出关，那我就一直等。好。情劫与丹田劫不同，丹田劫祸而后立，是肉体之劫；情劫由心而生，是神魂之劫。心魔幻境中，你会看见最在乎的人，最恐惧的事，最放不下的执念。那幻境无比真实，你会以为自己真的失去了一切。为师当年便是败在了这情劫之上。师尊当年选择了谁？谁也没选。萧若尘，丹药还差1味地灵草。你来了，剑在，神在。灵儿，谷姑娘，灵姑娘，3女皆因你而困于绝境，你的灵力可斩断一根锁链，选1人，愚者皆允，不选3人俱亡。这不是圣体本源，这是我的罪。你快走呀，不用管我。我梦见很多次了，你总是一个人跑，一个人打架，一个人受伤。我想帮你，可我没用，每次都帮不上。少主啊，灵运剑断了，古云溪还在，您不必愧疚。萧若尘，这炉子气宗守了8000年，我爹守了50年，轮到我才3年，我不能让它碎在我手里。你快走！3根锁链，我只能斩1根。犹豫便是3人俱亡，他们因你而死，皆因你无法抉择。住手！你的犹豫耗尽了那一剑的机会，现在
你谁都救不了了。轮回圣体，你败了。我从小就知道自己是废物，丹田破碎那夜，我想过，算了，就这么当个废物也挺好。后来遇到师尊，遇到你们，你们说我不是废物，说我能逆天，说我是轮回圣体，说等我很久了，我信了。我以为只要够强，就能护住所有人，我以为只要不选，就不算辜负。可我现在知道了，不是因为我强才能护住他们，是他们在，我才想变强。我从来不会选。因为我全都要救。萧若尘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丹药还没练完。你这个傻子！剑断了，人还在。多谢少主。炉子没碎，你守住了。我守住了。玄者镜，原来如此。轮回分身，为圣体大成者才可掌握的秘籍。你怎么？你在心魔幻境中自创的？心结考验弟子，在三者间择一，弟子选了第4条路。第4条路是。为师当年面对的是同样的选择。我没敢选那条路，你比为师强。怎么还没出来？突破需静息，不可急躁。我知道。萧若尘，你突破了。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？做了一个梦。什么梦啊？梦见你受伤了，我来迟一步。五姑娘，恭喜少主。你方才一直守在门外。是。为何？凌云剑在等少主出关。林姑娘，少主突破，可喜可贺。我并非特意来守门，只是查看禁地封印，顺路。此物名为圣令死残，持之可调用轮回困阵3成之力。给我。气宗进院同行，此物当有气宗一份。多谢少主。明日启程。大哥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凌霄宗。是。玄爷爷，你说情节到底是什么呀？那小子没告诉你？他就说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受伤了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没了。丫头，你信他梦见的只是你受伤了？玄爷爷，情节要渡过去，是不是很难？对有些人很难，对那小子不难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选了第4条路。第4条路。尊者当年在情劫中选择了放手，林小子在情劫中选择了逃避。他们都以为这是唯一的出路，但那小子选了我全都要。丫头，你可知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在他心里，你们不是选项，是必须。8000年前，先祖在此铸剑，8000年后，剑回来了，持剑的人也来了，可我还是不知道该以何种面目面对他。古姑娘，少主深夜至此，有何吩咐？你今日说凌运剑在等我出关。是。那你呢？祖训只说古家当辅佐圣体，没有说以何种面目。那你想要以何种面目？我不曾想过。现在想呢？我想以剑修的身份站在少主身侧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少主也是来问，那你呢？是。我没有古姑娘那些纠结。气宗守炉8000年，我是气宗第37代传人。炉主归位之日，我跪地称少主，这是使命，不是选择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我不知。不仅说
我从小就不会示弱，3岁学辩才，别人认50种，我认100种；7岁学熔炼，别人提纯4成，我提纯6成；12岁练成玄阶法器，别人夸我是天才，我说这是气宗传人应该的。我以为自己什么都会，什么都不需要人教。然后你来了，我教不了你练气，不是练气，你愿随行，不是因为使命。那是什么？你自己想。我明日会随少主北上。好。你回来了。你去见云溪和林大小姐了？是。哦。萧若尘。你之前说你梦见我受伤了。是。那你救到我了吗？救到了。真的？真的。尊者，老夫等了12000年，今日替你去看那一战。气宗宗主恭送少主出发。凌霄宗8000年前，尊者在此与莫尘渊出战，那时山门清脆，剑气冲霄，如今已成魔窟。秦昊，大哥，此阵由凌霄宗护山大阵逆转而成，阵眼在山门之内，你以少宗主血脉为引，可令阵眼短暂识别为友方。需要多少血？够让阵眼认出你就行。祖师，师尊，剑。师尊的凌霄殿，宗祠的祖师像。秦昊，我3岁入凌霄宗，师尊在宗祠前报我。指着历代祖师的画像说：“秦昊，凌霄宗8000载，剑心不移。如今剑心未移，剑宗已毁。”是我，李师兄，林师妹。少宗主远归，老夫本当亲迎，奈何宗门近日杂物繁多，只能让故人们代老夫接风了。我冤！林姑娘，气宗弟子列阵。气宗弟子听令，以火为刃，焚尽邪祟。谢。气宗的百炉焚天大阵果然名不虚传。老夫这些不成器的徒子徒孙，辛苦练了3年，被林大小姐一把火烧了个干净。林宗主舍得把独女送来送死，老夫倒是意外。气宗守炉8000年，炉主既归，气宗便不是送死，是诛邪。炉主，那个玄者境的小子，轮回圣体，灵运剑，焚天炉，3神器齐聚。倒是省了老夫四处寻找的功夫，可惜圣体未成，神器认主又有何用？古家第107代传人，凌云剑主古云溪，请赐教。古家还有余孽。第2剑8000年前，古家先祖以此剑助尊者斩破墨尘渊附属魔气。8000年后，古云溪以此剑诛尔等邪徒。好一个古家剑脉，老夫在禁地等你们。云溪，
你受伤了？没有，只是第一次。顾姑娘，少主，那一剑很好。等等，我看到了，墨渊没有去青地外围，还往更深处去了。那里有个人，很虚弱，被锁链锁着，周身全是噬灵魔宫的封印阵纹。那个人身上有墨尘渊分魂的气息。是谁？我看不清他的脸，但他身上穿着凌霄宗宗主的服饰。师尊，追！秦天罡，凌霄宗第36代宗主，玄王境巅峰林小子的旧友墨尘渊选了他。客人来了。师尊，少宗主剑法精进不少。我师尊，他怎么了？你师尊他不是好端端在那儿吗？老夫这3年每日以噬灵魔功温养他经脉，他至今未死，老夫可费了不少心力。你可知为何不杀他？为何？因为那缕分魂不愿换宿主。你师尊的肉身是他选了300年才找到的完美容器。凌霄宗宗主，玄王境巅峰，根骨、灵脉、修为皆是此界顶尖，他怎么舍得出来呢？可恶！少宗主，你可知这3年来，你师尊清醒过几回？3回。第1回是他发现自己杀了戒律堂首座，那是他30年的老友，他想救他，手却不受控制，一剑穿心。住口！第2回是他发现自己炼化了3名亲传弟子的修为，他跪在锁魂柱前，求老夫杀了他。我让你住口！第3回是3日前，他知道你来了。秦昊，师尊，你长高了，剑法练得如何？为师教你的清风斩可曾荒废？弟子日夜不敢忘。好，轮回圣体，林兄的传人。晚辈萧若尘，师承林天涯。天罡，林兄，你还活着。当年你陨落的消息传到凌霄宗，我为你守灵3日，以为此生再无人与我论道论剑。你收了个好徒弟。秦昊，弟子在。为师已非凌霄宗宗主，为师已不配做你师尊。师尊，3年来，为师以这副躯壳害死同门73人，戒律堂王师兄、丹阁李长老、林师妹、周师侄。为师清醒时，他们已是尸体。为师苟活至今，不是为了等你来救，是为了等你来杀我。分魂寄体于为师神魂深处，杀师便是杀他。秦昊，为师最后教你一个，请师尊教诲。剑修一生，斩妖除魔。若有一日你自己成了妖魔，当求一剑斩之。弟子做不到。为师知道，所以为师等你3年，替你做了这个决定。师尊，为何？前辈，您死不了，墨尘渊分魂在您体内，您自觉他只会换一具宿主，届时无人能治，后果更甚。晚辈有3神器，有尊者遗言，有必须杀此邪魔的理由。晚辈缺的是您体内那缕分魂的准确位置。你想以我为饵，诱他现身？是。有几成把握？3成。3成，便敢赌？晚辈输不起。好，老夫这条命3年前就该还了。今日能杀此僚，死得其所。何时动手？墨渊败退，此刻必在分魂之侧。待晚辈以圣令锁定裂痕，便请前辈引他入瓮。好。好一场师徒情深，老夫都要感动了。少宗主，你可知你师尊为何选你为徒？不是因你资质好，是因你命格特殊。轮回圣体万年后才出世，这期间圣体血脉散布于各大家族，每隔几代便会出现血脉返祖者。你师尊收你为徒，不过是为了养着你这颗备用棋子。若日后圣体陨落，你便是下一具容器。住口！不信，你可以问他。他说的是真的。为师收你为徒那年，确实查过你的血脉。你的曾祖母是萧远山的姑母，你体内确有轮回圣体血脉，但为师收你为徒，不是因这个。那是你3岁那年，在宗祠前抱着为师的腿，说师尊，我以后要当大侠，斩妖除魔。那时为师便想，这孩子
就当儿子赢了。若尘，你可准备好了？弟子准备好了。尊者遗言说，需以圣令为引，3神器共鸣，方可在万分之一息间捕捉墨尘渊分魂的轮回裂痕。这一击只有1次机会。弟子明白。前辈，请引他出来。轮回圣体，灵韵剑，焚天炉，8000年了。尊者，你留给后人的好东西还真不少。杨灵儿，看到了，眉心就是那道裂痕。胜利，变。尊者，不可能！区区玄者境，区区玄者境，够了。自由了，徒儿，为师。那缕分魂是师尊留在此界的最后一道后手，如今后手没了，他本体若知，多谢。谢什么？谢你杀了他。你师尊死前有徒弟跪着哭，我师尊死前我只想笑。萧若尘，你说，若我当年拜入的是凌霄宗，结局会不会不同？罢了，这问题老夫自己都想了100年，没想明白。墨尘渊本体被尊者封印于无尽深渊，你若无9印大成，3神器圆满也无。你不逃？逃？老夫经营凌霄宗3年，自以为算尽天下，结果败于一个玄者境的少年，败了便当还债。师尊，弟子无能，让您受苦3载；弟子无能，让凌霄宗蒙尘3载；弟子无能，今日方迎您归宗祠。8000年了，凌霄宗死了13位宗主，秦天罡是死得最冤的一个，也是死得最值的一个。秦昊，大哥，凌霄宗宗主之位接吗？师尊临终前未曾主我继位，但他教我3岁握剑，7岁习剑，20岁以剑护道。凌霄宗宗主秦昊接下了。凌霄宗第37代宗主秦昊列祖在上，弟子必不负师尊所托，重整宗门，诛邪未到。若无9印大成，3神器圆满，弟子会在大成之后去寻他。萧家少主赢了，凌霄宗打赢了，墨尘渊分魂灭了。3月之后，月食之夜，本尊亲临北域，取轮回圣体首级，踏平余孽。9印，你只度过2劫，玄者境距离大成圣体尚有7印之遥。弟子知道。3月便是尊者当年也未曾3月连渡7劫。弟子不需要3月连渡7劫，只需要在月食之夜活着站在墨尘渊面前。父亲，儿子不孝。活着回来，孙儿一定。凌霄宗第37代宗主秦昊有言：萧公子与凌霄宗有再造之恩，萧公子所命，凌霄宗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气宗宗主林震天有言：炉主所在，气宗所在，气宗全宗精锐，听候萧公子调遣。杨家世代守护轮回圣体，今日圣体出征，杨家无老弱皆可战。萧公子，我宰修联盟3700人，承蒙公子轮回阵盘活命之恩，今日公子一句话，刀山火海，我等眼皮不长。萧若尘，我看了，65方势力，可战之兵不足2万。幽冥殿在北域经营万年，但是明面上的人魁大军就有5万。轮回圣殿，
万年来战死的守护者遗魂137人，应圣令诏，今日归位。参见统帅。小子，你方才在想2万对5万不够，现在够了吗？够。北域17宗36世家12散修联盟轮回圣殿137位前辈，今日灭魔联军正式成军。联军统帅萧若尘。3月后月食之夜，幽冥殿主力必将兵分两路，一路正面强攻凌霄宗，意在牵制正道主力；一路直取苍月城宁脉封印，企图以历代圣体遗骸为计，加速墨尘元破封。我们有3件事要做：主力正面迎敌，拖住幽冥殿主力，为奇袭队争取时间。秦昊，凌霄宗宗主，此路由你坐镇。凌霄宗必死不退。幽冥殿必以重兵夺取历代圣体遗骸，此路需有人率精锐潜入，于封印核心处设伏，待敌方主力入瓮，一网打尽。郭姑娘，少主请命。奇袭队由你统领。少主，信我。你在剑冢外说怕，但不退。我信那个不退的人。是。莲姑娘，少主请命。3军未动，粮草先行。气宗炼气之术冠绝北域，此战所有法器丹药、阵盘补给，需气宗统筹调度。气宗守炉8000年，等的不就是少主这句话？灵儿，你终于叫我了。天机统可窥虚妄，预判凶险。此战，联军所有人的生死，皆系于你能否看清敌人的每一步棋。你怕吗？怕，但我更怕看不清，让你受伤。那你替我看清楚。统帅，师尊也笑我。还有一件必须做的事。师尊是说，轮回圣体完全觉醒。你如今玄者境，3神器归位，轮回分身可3体合一，但这仍不足以与墨尘渊本体正面抗衡。你需要将9印修至圆满，至少度过前5劫。3个月，5劫。尊者当年留下一个法门，名为轮回灌顶，可在极短时间内将历代圣体的渡劫感悟渡与后人。代价是施法者神魂消散，永世不入轮回。施法者是谁？为师已死过一次，这1000年是偷来的。弟子不允。若尘，弟子说过要让师尊重塑肉身，重临神界，弟子还没做到，您不能先走。傻徒儿，为师这残魂便是重塑肉身，也活不过100年。用100年换你战胜墨尘渊的10成把握，这笔账为师算得清。弟子不答应。为师这辈子最遗憾的就是没有亲眼看见墨尘渊伏诛。你若真想报答为师，便替为师去看那一战。弟子。好徒儿。轮回圣体第108代传人萧若尘，经以轮回圣令为引，历代圣体渡劫感悟为心，行轮回灌顶大法。施术者，轮回圣体第97代守护者林天阳。林小子，你老贵1000年了，当年尊者把你托付给我，我没能护住你。今日我把我的弟子托付给你，替我护他走完这条路。好徒儿，替为师去看那最后一战。弟子替您去看。此行凶险，九死一生。姑姑娘，您都不怕，我们怕啥？为统帅而战，不是为统帅，是为苍生。萧若尘，我会替你看清楚的。灭魔联军出征。轮回圣体108代传人，你来了。不对，宗主，什么不对？5万人魁若真要强攻，此刻也该冲锋。他们在等什么？他们不是在等进攻时间，他们是在等我们求援。求援？向谁求援？传令下去，凌霄宗弟子只守不攻，
任何人不得擅自出阵求援，不得发出任何求救信号。宗主，我们3000对5万，只守不攻，撑不了多久，撑到撑不住为止。不是主帅，是阵言。魁者大军靠主帅的神识连接，主帅一死，魁者变成废铁。但玄弥子活了1200年，他不会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。好阴险！秦昊，魁者大军阵眼在后方，有一枚黑色魂核，毁掉它。玄爷爷，我又看清楚了，他跑不掉了。他们的目标不是山门，是气宗，凌霄宗弟子，随我驰援气宗。玄冥子大人说，凌霄宗宗主会来救气宗，这里是给你们挖的坟。秦昊，别过来，气宗还能撑，你们别中计。救气宗，凌霄宗灭，不救气宗灭。玄冥子。气宗弟子，随我焚血。诺，丫头，你方才说那枚魂核藏在阵眼深处，是杨莲儿用天机图看到的。那咱们就来一出调虎离山。愚蠢！气宗宗主，你烧这些杂病有何用？丫头，看清楚了，他往哪边躲？左边第32。抓到你了，玄冥子，你算尽天下，却没算到我女儿身边有个天机童传人。凌震天，老夫倒是小看你了。你小看的不是我，是那些你以为只是棋子的人。你算到了秦昊会救气宗，你算到了凌霄宗弟子会中计，你算到了萧若尘会面临两难选择。但你算不到杨灵儿会不惜透支咒元，看清你的棋局。我女儿会以身为饵，诱你魂核移动，老夫会在你最得意的时候砸碎你这盘棋。好一个气宗！这一局老夫认输。玄冥子，输不起。萧若尘，你来的正好。你可知老夫为何布这一局？为了逼我选？错了，是为了逼你用轮回分身。你那3道分身在凌霄宗禁地硬扛墨尘渊分魂时，已被老夫看穿了。分身与本命神魂相连，每用一次便损耗1分寿元。墨尘渊大人要的是完整的轮回圣体，不是残次品。今日你若不来救凌霄宗，你便不配做统帅。你若来了，必用分身驰援，无论你选哪边，你的寿元都会损耗。这一局老夫从没想赢，老夫只是来收点利息。多谢。玄冥子跑了吗？跑了。那他输定了。他跑得越远，越说明他怕萧若尘。傻丫头。不傻，我看清楚了。大哥，玄冥子的话是真的，轮回分身每用一次，确实损耗寿元。那在禁地时，你用了3道分身硬扛分魂，若不用，你们都死了。可你的寿元，我还有多少年？10年也好，5年也罢，够了。下一站该我。真丑。不丑。萧若尘，我是不是快死了？天机瞳的代价，爷爷跟我说过，每用一次寿元减1级。这次用了太久，大概减了3、5年，还剩多少年我也不知道。我会找到办法。不用找，能替你赢这一战，值了。萧若尘，以后别用分身了，损耗寿元的事让我来做。
少主在想什么？莫尘渊昨日为何不亲自出手？我也在想这个问题。玄冥子只是先锋，5万人魁只是试探。莫尘渊若真想破风，昨夜是最好的时机。可他没动。你怀疑他在等什么？少主，封印核心有发现。这是从封印阵眼深处挖出的，埋藏时间至少8000年。后世圣体，你若能看到这段记忆，说明你已经走到这里了。莫尘渊昨夜没有出手，不是因为他在那，是因为他出不了手。本尊当年以9印封印他于无尽深渊，9印与9条灵脉相连，灵脉不枯，封印不破。但他这万年来一直在做一件事，蚕食灵脉。如今9条灵脉只剩最后一条还在支撑。昨夜月食之夜，他本可借天地灵气紊乱之机，强迫最后一道灵脉，但他没有。他在等什么？最后一条灵脉的源头是你萧家祖宅之下，历代圣体的遗骸皆埋于此。他不是在等破风，他是在等你亲自把最后一道灵脉送到他面前。所以，莫尘渊不是出不了手，他是故意不出手，让你以为自己有时间。你若回苍月城加固封印，正中他下怀；你若不回，最后一道灵脉必被他蚕食殆尽。这是无解之举。萧若尘，我看见了。他等的不是你去苍月城，他等的是你踏入无尽深渊，因为你的轮回圣体是最后一道灵脉的钥匙。你踏入深渊的那一刻，封印自己。那大哥绝不能去。少主，这是陷阱，我替少主去。我去。大哥，莫尘渊等的是我，我不去，他会等下一个千年。届时你们都不在了，只有他还活着，我没有让后人替我承担的道理。师尊，若尘怕吗？怕。为师当年踏入神界时也怕，怕自己不够强，怕辜负尊者的期望，怕死在莫尘渊手里。后来为师发现，怕不可怕，怕的是因为怕，就不敢往前走。为师去了。弟子替您去看那一战。108代轮回圣体，你终于还是来了。我来了。尊者等的人果然不是废物。你可知本尊为何等了1万年？因为破不了封印。错了，本尊等的不是破封，是有人来替本尊。什么意思？他们不是本尊杀的，是尊者的封印需要祭品才能维持，每过2000年，封印便会衰弱一次，必须有新的圣体自愿献祭，方可加固。如今9印只剩最后一印，9脉只剩最后一脉，你猜，最后这道印需要谁来献祭？原来如此。你说完了？你说尊者让我变强，渡劫，寻神器，收国有，是为了让我心甘情愿走进封印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尊者为什么要让我变强？为什么让我学3神器？为什么让我渡劫？因为他知道我会走到这里，但他更知道，我走到的不是封印的核心，而是你面前。3神器不是用来献祭的，是用来杀你的。1万年，你等的是祭品，我等的是你的死期。你看什么？看新娘子。油嘴滑舌。灵儿，谢谢你，
谢我什么？谢谢你翻墙给我送丹炉，谢谢你替我守门3天3夜，谢谢你用天机瞳替我看清每一场仗，谢谢你等我。你这个傻子，我等了16年，等的不就是这一天吗？小姐，喜帖都递过来了，您要不要去？不去。小翠，我当年真的错了。小姐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是我亲手把他推开的。小姐，没事。愿君与杨姑娘白头偕老，永结同心。送去萧家，就说是故人的贺礼。小姐，您不留个名？不必了。萧若尘，祝你幸福。我回来了。你这个傻子，你知不知道，我们等了1夜。我知道。萧家列祖在上，不孝子孙若尘，今日归来。父亲、母亲，儿子替你们去看过了。莫尘渊已被重镇，再无破风之日。儿子回来了，好孩子，萧家的好孩子。萧家第108代家主萧若尘今日正式归位，恭迎家主。快，前厅的瓜子不够了，后院的喜烛再点1排。夫人说要多亮些。七宗的贺礼到了，10大车，林大小姐亲自押送。萧少主大喜，大家同乐。萧家少主是咱们苍月城的福星，今日大喜，我高兴。我今天嫁人了。小姐，您都念到第8遍了，快别动，老身给您梳头。1梳到尾，2梳白发齐眉。值了。小姐，大喜的日子，说什么值不值的？我是说，能嫁给他，值了。好看。真的？嗯。这是凌运剑的半生玉，剑在人在，玉在情在。祝你和少主白头偕老。云溪，谢谢你。我就不说那些肉麻话了。气宗的地心火种可温养经脉，延年益寿。你那天机瞳以后少用。
雨涵姐，谢谢你。谁是你姐？丫头，那地心火种你送了？舍得？他比我需要。丫头，你长大了。吉时已到，来了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敬大哥，敬嫂夫人，敬萧家主，敬萧夫人。萧夫人，你看什么？看新娘子。油嘴滑舌。灵儿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翻墙给我送丹炉，谢谢你替我守门3天3夜，谢谢你用天机瞳替我看清每一场仗，谢谢你等我。你这个傻子，我等了16年，等的不就是这一天吗？小姐，喜帖都递过来了，您要不要去？不去。小翠，我当年真的错了。小姐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是我亲手把他推开的。小姐，没事。愿君与杨姑娘白头偕老，永结同心。送去萧家，就说是故人的贺礼。小姐，您不留个名？不必了。萧若尘，祝你幸福。大哥，嫂夫人，秦昊告辞。凌霄宗事务繁忙，待来日再聚。保重。大哥，你今日笑的比过去加起来都多。这样好。大哥，保重。好好养着，别再用天机瞳了。知道了，雨涵姐。谁是你姐？走了。少主待你好，你便好。云溪，你也一定要好。我会的。舍不得。不是舍不得，是觉得我们都好好的，真好。以后都会好好的。萧若尘，我好像又看见了。别用。已经看见了。墨尘渊封印深处，第9道轮回印上有一道裂痕，很小，比头发丝还细，但它在扩大。我知道了。你怕吗？不怕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。那下次我们还一起打。好。尊者，你的传人比你有种，但你们犯了一个错，你们以为封印能困住本尊一辈子。等吧，等本尊破封那日，